化解期。看到萧杰的修为，三三也有点诧异，怎么这么快子期也到化解期了？一个是神境仙王强者，一个化解期，一旦打起来，这个地方必会山崩地裂的。那小月的玄阴奇水也只怕是会出问题。所以三三还是跟之前一样，立刻布下了一层极厚的结界。越是交手，楚尘也越是心惊。神境之上和神境之下根本就是无法相提并论，也没有可比性的。可眼前这个家伙虽是神境之下，竟还能同他交手到如此地步，楚尘眸中寒意更甚，出手也更加狠辣。他手中折扇挥出一道骇人的真气，当时这道真气仿若游龙一般缠上了陨心剑。陨心剑似乎意识到什么，威力也大大的消减。紧接着真气从剑身袭向了他的身体，瞬间被神境强者真气所伤，身体也在顷刻之间从空中坠落。在即将落地的时候，萧杰才翻了个身，稳稳地落在地面上。雪地被鲜血染红，而在萧杰落下地面的同时，那把扇子带着无尽杀意再次向他逼来。萧杰凤眸冷凛，周身妖力突然暴起，头顶的狼耳也因磅礴妖力外泄而化形而出。那折扇被妖力击退，发出一阵狰鸣巨响，才又旋转飞了回去。好强大的妖力，是狼？他到底是什么妖族血统？此时三三缓缓地走到了萧杰身边，一只小手也摸向了屈膝半跪在地上萧杰头顶上的狼耳。三三在摸了摸那毛茸茸的狼耳之后，才收回手，从萧杰手中将陨心剑夺过来。三三，他乃神境强者，如今你年纪尚小，故不是他对手。陨心原本应当是来寻我的，可如今他却认了另一个人为徒。虽然不知为何你们二人之间有这般渊源，但若你是为我而来，那你现在便可离去。陨心曾是我的剑，但他如今以认子气为主，那便是子气的了。我的心曾也是我的，如今在你身上，那便是你的。缘分止于此，便不得强求才是。我虽不记得成神之前发生了什么，但到底是因你而做了一些事。或许成神之前，你我之间有很深重的渊源，但那渊源也因已结束。如今我魂魄重聚，再活一世，我便只做眼前之事，找出想要我魂飞魄散之人，救我所在意之人的性命，护他们周全。你执念太深，已失去了你的本来面目，虽我对你依然有亲近之感，却并非执念之情。不，阿芷，你只是忘了，你只是因为没有心才会对我说这些话。从我醒来之初，我所做的事情便是找你，我已经找了你很久很久了。阿芷，跟我离开，我带你去你曾经最喜欢去的地方，你会想起来的。我重新陪你一起长大，重新等到你成神。萧杰的手立刻包裹住了三三的小手腕，那眼中有害怕，像是生怕三三被拐走。我如今还有事在身，亦不愿与你动手。若你不愿自行离去……空间中，燕川脖子上挂着的那颗血灵珠忽然开始发光，灼热发烫。燕川立刻握住身上的血灵珠。阿芷，这是药。楚尘看着他半晌，眼中隐下一丝什么。我明白了，你最是不喜有人勉强你，从前便是如此。你受伤时非要闹着喝酒，我不让你喝，你一剑便朝我劈砍过来，要与我比斗。既然你现在不愿意跟我走，那我自也不会勉强你。你想让我现在离开，那我便离去就是。只是阿芷，他不是我，你与他亲近，也只不过是把他当成了我。他是另一个人，终有一天我会抽散他的魂魄，让你明白，他不过是在利用我的气息接近你，诓骗于你。子期没有骗我，若你想杀他，我自会护着他。楚尘的话被打断，心也一下沉了下去。萧杰嘴角却微不可见地上扬了几分，然后突然脸色一变，一口血猛地从嘴里溢出来，整个人也面色惨白。三三，三三侧身，立刻单手结印，为他输入真气疗伤。阿芷，我会再来寻你，你要记住我所说的话。这个男人迟早会露出他的真面目，你勿要被蒙蔽了。三三正为萧杰疗伤，便没有回楚尘的话。楚尘在说完之后，看着三三半晌，便飞身离开了此处，眨眼便消失在了九头山。九头山寒鸦殿，侧卧在榻椅上的男子，原本假寐的眸子也微微睁开了。来人！立即便有下属进来。王，山下可有发生什么事？回王，山下并未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可他却感觉到了空气不同寻常的波动。给本王去查。是。本王让你服侍我已经多久了？回王，奴婢已经服侍王有半月了。这半月来，
本王可曾有对你不好的地方？王大奴婢如珠如宝，对奴婢极好，没有半点不好的地方。那你不想要的更多吗？奴婢一生所求，便是家人长寿，寻一良人，平平淡淡的过完一生。前几日，我见你救了一条小蛇。奴婢见那小蛇差点被一只鹰叼走，便驱走了那只老鹰，将小蛇救了回去。待它伤好，便已将它放生了。蛇乃冷血动物，怎么你就不怕它恩将仇报？行善，又何须问缘，由何结果？但求心安即可。奶奶说过，人生在世，便只求心安理得，不问是缘还是劫。不问是劫还是缘。他竟然在这个女人身上察觉不到一丝贪念。你知道在你之前的女人都去了什么地方吗？不知道。如果我说是我将她们吃了呢？徐珊珊吓了一跳。骗你玩的，傻丫头。徐珊珊眼睛水汪汪地看着他，又害怕又期待。福九眼中隐下一丝什么，看着他这副模样，立刻抱住他，将他放倒在软榻上，手顺着他的衣裙探进去，极尽温柔。没有体会到极乐，又怎么会体会到极苦呢？在楚尘离开后，三三便在原地打坐为萧杰疗伤。而在三三合上双眸为萧杰疗伤时，萧杰便已睁开了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三三。那个男人的出现让萧杰有了一种莫大的危机感，而这种危机感源于三三会离开他。光是想到这儿，他心绪就无法平静。自己再不平心静气，是会走火入魔的。萧杰这才再次闭上了眼睛，将心绪平复下来。三三也收回了手，结束了疗伤。自我处理完瀚海的事务之后，便回九州大陆去找你了。从金玄前辈口中得知了那场大战以及你消失之后，我寻遍九州大陆未果，便用师傅教我的阵法穿越位面，四处寻你。以你的修为，用阵法穿越位面很麻烦，且会自损。听到子期这么说，三三越发好奇子期的师傅到底是谁了，竟然能教他穿越到上位面的阵法，而且还并未遭到反噬。师傅说，因为我有妖族血统，妖族的体魄和魂体本身就比人族更强大，所以让我用妖体催动阵法，便会减少对自身的反噬。也就是说，还是会有反噬。够找到你，反噬也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其实你不来找我也没关系的，我说过我会去找你，便会去找你的。有关系的，看不到你都有关系。那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跟三三有很深的渊源吗？应该是的。那三三相信他说的话吗？什么话？他说我诓骗你。若你诓骗我，那便是我所允。既然是我所允，又何谈诓骗？子期，你知道修行大道为何越是往上便越是清心寡欲吗？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欲，而道越是走得长久，便越是本性成名，自能洞察一切。你瞧那冰湖，越是清澈见底，便越是能倒映出周围一切的景象，就连一粒尘埃都能在其中显现出来。我如此说，你可明白？萧杰看着他，没有说话。三三以为他不懂，说的通俗一点便是：若你当真对我撒谎了，一半我是能看出来的，既我看出了，便是我允着你欺我，那便不算诓骗。而若我生气，我便会告诉你，不喜你，也会远离你，甚至杀了你。如此你可明白了？相比之下，他更喜欢三三不通俗的说法，至少不是对着他说远离，说打打杀杀。后面那半句话光是听着都让他难受不已。萧杰点点头，生怕自己再不表态，三三后面的话会更刺激他的心脏。三三也嗯了一声，果然还是要简单粗暴点的说法才会通俗易懂。乖乖，我曾说过我不会瞒你，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他有一件事没有说走，曾经我的身体里却有另一个意识，后来那个意识消失了。师父说那是存于我身体的另一个人的残魂被我吞噬融合了，而我并不知情。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导致妖力解封，便让神识受创。师父便提前抽取了一缕神识出来，变成了魂玉。待我妖力解封之际，便以魂玉修补神识。所以当我看到他的那一刻，便猜到他很有可能便是被我吞噬的那残魂的主人。我不是他，但是秉心剑却认得你，和你有渊源的人也是他。萧杰在那一刻几乎就要觉得自己所得到的三三的亲近都是因为那个人了。允心虽曾是我之物，可他如今是你的，便是你的。他没有认楚尘，说明他更承认你。你看，允心如今也只是认得我，可他却已经是你的武器，不会再认我为主，他还是你的。至于他的残魂被你吞噬，那也是因为他的残魂太弱了被你吞噬，因为你的灵魂更为强大，鸠占鹊巢被吞。你不生气吗？倘若我生气了呢？那我便会一直陪在你身边，任你打任你骂，让你输气。即便是杀了我，我也不会还手，但我绝不会让任何人把你抢走，除非
我死。三三心口处似乎在此时传来了一阵极其细微的声音，很小很小，但三三却感受到了，是好久好久他都没有感受过的声音。那是心跳吗？难道我又有心了吗？你不希望我离开你？不允，不允。以后莫要这样了，子期这样我也会不开心。乖乖不生气了？本就不气，而三三被猛地一搂，整个人也扑进了萧杰的怀里。感觉怎么怪怪的，脸怎么有点热？莫非是方才为子期疗伤所致？那以后我便一直在乖乖身边。一直在。好。耳朵和尾巴都是你的。好。子期也是你的。三三一时没回过神，但耳边却已经响起了一阵愉悦的低笑。但笑着笑着，突然之间他发现好像哪儿不太对劲。当他反应过来之后，耳根瞬间红了。他小心松开了手，然后将三三从怀里轻柔慢吞地推开。三三见他这般，还以为子期如今不喜抱他了，莫不是嫌弃他什么？这个天杀的萧杰，萧子期，占阿芷便宜。阿芷都多大了呀？你他娘的还抱！但他现在又不好出去，人家两个人正抱抱呢，他出去多尴尬呀！小魂也气鼓鼓抱着胸盘腿坐在原地。可恶的男人抢他的主人，还说继续晾自己，没管他们。燕川生气了，他把空间里三三那把破天刀取下来，然后找了块石头开始磨刀。带我等下出去，宰了这个小杂种。阿芷有的时候不会和他通心意，也就是阿芷只有想跟他交流的时候，他们之间才会用精神和意念交流，互相感应。但阿芷不想的时候，他就什么都不知道的。妈的，臭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说的好像你能用得了破天似的。怎么了？萧杰轻咳了一声，被三三这么一问，更不知如何是好，神色有些古怪。三三见萧杰这模样，眉心也蹙了起来，微有些恼，莫非是不喜欢抱我了？三三往前走了一小步，跟赌气似的，主动抱了一下萧杰。萧杰顿时一动不敢动，一对狼耳也猛地一下立起来，眼睛也瞪得老大。三三主动抱我了。在他错愕的时候，三三松手往后退回去，像是故意的一般，就那么抱一下，小脸上写着偏要抱。察觉到三三的意图，萧杰忍不住笑出了声。怎的这般可爱？三三轻轻拢了下眉心，然后转身看向另外一边，心中疑惑，他方才为何要恼？臭男人，不许占我阿芷便宜！燕川声音突然响起，人也一下挡在了他俩之间。呆，吃老夫一拳！他那一拳刚挥出去，就被萧杰攥在手里了。小川，阿芷，我跟你说，男人都坏得很，你以后别让他抱，会被占便宜的。臭蛇怎么感觉把主人当女儿了？苍龙自上古时期到现在都没生过崽儿，虽然有姓银一说，但他从不留下自己的种，所以他还没有体会过当父亲的感觉，也许是父爱泛滥。那他为什么不留种啊？不清楚，可能是因为若是留种，那现在千界可能到处都会是他的崽了吧。而且普通人类亦或是女修是无法承受苍龙的血脉留存的，上古遗种的血脉出生需要大量灵气滋养，也需要吸收许许多多的灵气，凡人之躯哪里承受得起？这样啊，难怪臭蛇把主人当女儿了，占便宜。就是那个，你现在长大了，你知道吧？那个啊，萧杰面色难看，军容微沉，手里的陨心剑已经有点难耐了，想砍人。要不是三三的血气兽，他早就一剑砍过去了。从未见过如此猥琐无耻之人，还在三三面前胡言乱语。好猥琐！猥琐！哼，闭嘴，臭男人！萧杰手中陨心一紧，瞬间划过一道锃亮的流光，燕川立马一怂，躲到三三身后。再在三三面前胡言乱语，我就把你的龙角给砍了，做下酒菜。阿芷，你看他，看了。子期很凶。男女之间授受不亲，知不知道啊？雌雄有别，不许占我家阿芷便宜。他说的话也不全无道理，男女有别，所以以后啊，乖乖万万不可与其他男子亲近，男女授受不亲。如今乖乖是个小姑娘了，容易让别人打坏主意的。好。哎，这男人在说什么呀？啊，怎么说他说的话？那你呢？我不是其他男子，也不会打三三坏主意，所以三三可与我亲近。他奶奶的，我就知道这个男人不安好心。
抱抱。阿芷，萧杰心都在这瞬间化开了，直接往前走一步，弯腰袖子一带，便将三三抱进了怀里。燕川在风中石化了，他觉得现在自己应该在地底。什么时候我也能抱主人啊？我也想。可能性不大，狼族护崽，忠诚又占有欲极强，你是不可能从他手里抱到神女的。我不管，我就想抱主人。三三是要上山？小月受伤了，还没醒来，需要玄阴奇水炼制丹药。玄阴奇水就在山上。萧杰平眉，原来如此。言川冷哼了一声，化作一条小蛇藏进了三三的袖口。萧杰看见了，但没说什么。而在路上听着三三说起关于冰河界以及九头山的事情的时候，他一边假装不经意地动了一下三三的袖子，言川化作的小蛇顿时从袖子里飞出来，一头栽在了雪地里。燕川从雪地里一边骂一边爬出来，萧杰嘴角隐去一丝淡漠的弧度，扫向燕川的眼里也带着一丝挑衅。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感应到了什么，看向山上的方向。有玩意儿下来了，小心！想要怎么上去？直接上去。萧杰明白三三的意思了，直接上去便是谁挡杀谁。好。薛珊珊蹲在花丛，好奇地看着一只在草地里爬来爬去的蚯蚓，但此刻他脑海中却已经有些心不在焉了。王似乎并不像他们口中所说的那么可怕，如今心中亦有一丝倾慕。可是他却觉得王应该不是一个坏人的，他总是很难过，也很愤怒，他的笑也从不曾打眼底，他要怎么做才会让他开心呢？而他并不知道，此时正在不远处，他脑海中所想的人正站在不远处看着他。在想什么呢？薛珊珊愣了一下，扶九伸手勾住他的下巴，语气暧昧。在想什么呢？奴婢奴婢觉得王不是很高兴，奴婢想让王真正开心起来。你觉得我不高兴？他在笑，可眼里的冷炙却让周遭的一切宛如置身千层寒冰之下。但薛珊珊并不害怕，而是看着他点了点头。那你知道我为什么不高兴吗？薛珊珊摇摇头，好奇地看着他。福九笑了起来，这笑声也逐渐变成了大笑，疯狂的大笑。而随着他的大笑，他的脸也开始皲裂。薛珊珊瞪大了眼睛，瞳仁紧缩，恐惧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一张半边血肉模糊、嵌着鳞片的丑陋的脸，赤裸裸地呈现在薛珊珊的面前。薛珊珊心跳加速，仿佛快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她整个人僵在原地一动不动。看到薛珊珊这种害怕的样子，让福九心里也有了一丝报复的快感。他就喜欢看到他们见到他这张脸的时候的害怕的样子，越是害怕，越是恐惧，他越高兴。看，这个游戏多好玩啊！果然，没有一个是例外，都该死。看到我的脸了吗？害怕了吗？薛珊珊回过神看着他，那双眼里此时已经通红，噙着温柔的水光。想要让我开心，很简单，让我吃了你的肉，我的脸就会好，我就会开心。你愿意吗？疼吗？一定很疼吧？福九神色微怔，身体也僵在了原处，先前捏着薛珊珊下巴的手也无意识地放松了。他的脑海里想起了那个他从不曾忘记的画面。小九，既然你反正都要死，不如你的鳞片就借我一用。你不是人，你不会懂的。他对我有多重要？只要我能嫁给他，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小九，怪就怪你不该把你身上鳞片的作用告诉我。你知道我害怕你发现我一直在假装对你好有多累吗？就怕你知道了就不再帮我了。我知道你喜欢我，对我好，所以你死前把鳞片给我，便当作帮我的最后一件事了吧。紧接着便响起了匕首剥鳞片的声音，尚未完全化形，鳞片被剥，从此他脸上被剥鳞的地方再也无法恢复原本的样子，永远永远地留着这个印记。你说你要吃了我的肉你才会好吗？是。那你把我的肉吃了吧。你要吃哪里的肉，还是哪里的肉都可以。你愿意让我吃了你？愿意。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吧？这可是你说的。如果能让你好起来，你就把我吃了吧。哼，愚蠢。旋即那张嘴也在变换成焦的血盆大口，
一口吞向了薛珊珊。但就在这个时候，一阵阵惨叫声在空中响起，好几只飞禽走兽纷纷从天上砸下来，遍地的尸体。空气中传来的气息让福九脸色一变，是修行者的味道。可还没等他动作，一把剑已朝他逼过来。福九的手突然化作胶爪，抓起薛珊珊扔在远处，旋即身子快速的闪避，躲开了那把剑的攻击。剑气依然贴身划开了衣服。福九震惊地盯着自己受伤的地方，这是什么武器？他警惕地看向来人，这便是化形的9头凶蛟，怎的只有一个头？他都化形了，当然是一个头了。真难看，没有老夫半分英俊潇洒，果然小杂种就是小杂种。龙，凶兽的气息已将小魂也引出来了。小魂出现在三三的肩膀，懒懒地打了个哈欠。上古凶兽庞然威压，瞬间席卷了整个领域。妖龙，上古凶兽，哼，没想到我这9头山竟然也能同时引来2个上古遗种。既然燕川和子娇有渊源，不如让燕川去跟他打一架。乖乖以为如何？也好，先将玄阴奇水给我，饶你不死。福九扭动了一下脑袋，随着一声怒吼，是顷刻之间便从人形化作了一条巨大的蛟。想要玄阴奇水，做梦！想从我9头山抢东西，也要看有没有命。区小杂种，也敢在本大爷面前耀武扬威！他话音一落，一声龙啸便化作龙身直冲天际。庞大的龙身腾飞于天，卷集着雷霆风暴。不过是被打入妖魔道的孽畜，有什么好猖狂？燕川怒了，喷播出的龙息全都变成了冰锥，飞向了9头凶蛟。顷刻之间，整个宫殿上空响起阵阵震耳欲聋的声响。长得倒还挺像的。蛟和龙本就算是近亲，长得相似也是正常。乖乖认为他们之间谁会赢？若从血统上，应当是小川，但小川从九州大陆而来，且重新进阶不过几年，而9头凶蛟已盘踞边河界万年，所以若是打起来，按理来说应当是凶蛟占上风。但是小川不要脸且狡猾无耻，所以谁胜谁负未可知呢。是不要脸，狡猾无耻。能感觉到玄阴奇水吗？东南方半里之内。三三嗯了一声，旋即脚尖轻点，便朝着太叔所说的方向飞过去了。收起玄阴奇水之后，三三便看向了天上。此时燕川和福九还在打。天阶果然有点难对付。拿到了。看向空中还撕扯缠斗的双方。若是燕川再修炼一段时间，应当就能完全压制这头凶蛟了吧？9头凶蛟，每一个头都能支撑他继续战斗，除非把他的头全部砍光，否则他可以一直和小川打下去。小川能够打得过他，只是不知道方法。萧杰看向三三，方才乖乖可是说燕川在实力上应该是打不过凶蛟的。三三眨了下眼睛，是吗？想了想，他好像说过这样的话。子期，你可知道有的时候事情并无绝对，是也可以不是，不是也可以是，一切皆是混沌，一切皆是模糊。他输了，但没完全输；他赢了，但没完全赢。你明白了吗？萧杰看着三三，那眼神竟是一片了然。然后萧杰宠溺地轻轻勾了下唇。三三眉心郁闷，子期好像不信。小川有血统上的压制，又是上古遗种，本身便是可以越阶战斗的，只是凶蛟实力过强，在等级上有压制。但是小川本身便有无限的潜能，即便实力悬殊，也有一线生机，亦有战胜的可能性。乖乖说什么我都信。三三抿了抿嘴，空中两兽战斗正酣，但突然凶蛟的另一只头突然趁着燕川他战斗时袭向后背咬向他。燕川的注意力全都在凶蛟眼前的攻击上，且福九有意引开燕川的攻击，所以偷袭的时候燕川根本没反应过来。燕川被蛟咬了一口，被淬进了毒液，顿时血肉翻飞。庞大的龙身也在顷刻之间从天上坠落，重重地砸下来。无耻贱蛟，竟然偷袭！福九冷笑，同样身受重伤的他只剩下了6个脑袋。你不也喜欢偷袭吗？无耻贼龙！燕川还要飞身冲上去，但身上的毒液却开始发作了，身体也暂时动不了了。此时福九见状，立刻趁虚而入，从天而降，想要一鼓作气击杀燕川。可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剑气突然破空而来，福九一只脑袋迅速的闪过，可另一只脑袋却躲避不及，被那剑气直接削飞了出去，顿时血光喷溅。老子不要你帮忙，走开！你若能动，我管你去死。你，连一头蛟都打不过，我看你是在三三身边过得太安逸了，连自己的本事都忘了。忽然之间，像是被一盆冷水泼过来，让他瞬间清醒又愤怒。萧杰提剑，
身子瞬间化作一道流光，立刻朝凶蛟发起了攻击。顷刻之间，只见那剑气寒光不断的在空中交错，而腐九根本无法捕捉到萧杰的轨迹，腐九根本找不到他究竟在什么地方，只能不断的在空中翻腾嘶吼，无差别攻击。燕川也突然捕捉到了凶蛟的弱点，他的头，看脖子以下的地方。突然寒光乍现，萧杰的身影也突然出现在了腐九侧后方。当腐九反应过来的时候，已是一阵剧痛。5个脑袋被那一剑斩首。你才知道吗？斩杀凶蛟的方法除了实力碾压之外，就是找到它的弱点。凶蛟的弱点在方才他和三三就已经找到了，那就是斩首，而且只有斩杀脖子以下3寸之处，才能让凶蛟失去战斗力。想不到我腐九如今竟然会死在区区一个化劫期修行者手中。他不是区区一个化劫期，而你不过区区一头天阶凶蛟罢了。天阶凶兽实际上实力已经相当于仙王级和半神级的修行者，所以他才能够在冰河界横行霸道多年。但同是凶蛟也有强弱之分，这头凶蛟目前便是偏弱的天阶凶兽，所以楚尘当时才对斩杀这头凶兽极其有把握。到底是为什么？尔等不过神境之下的修行者，怎么可能找出我的弱点？怎么可能打败我？我说了，你只是区区一头天阶凶兽。万年前，荒神之下一切兽类，我随便杀。子期如今修炼不如你，但他修炼不过堪堪20余载，而小川的巅峰时期是荒神，他乃1代上古神兽，杀你也是绰绰有余。只是现在小川曾被自己重伤，之后又被仇家所创，如今只能重新修行罢了。此叫吃人诚信，为祸多端，宰了吧。不要！腐九瞳孔微缩了一下，看向朝自己奔过来的薛珊珊。不要杀他！求求你们留他一命，不要杀他！为什么不杀他？他方才要吃你。是我自愿的。他说吃我的肉就可以恢复脸上的伤，是我自愿让他吃我的。仙子，你不要杀他好不好？他吃你，你还要救他？我的目的就是要吃你，即便吃了你，我的伤也不会好。我一直都在骗你，其他的女人早就被杀了，你也不会例外，早晚会成为我腹中餐。薛珊珊，你以为你是好心吗？不过是被我骗得团团转罢了。被你骗得团团转，就如同那个叫云兰的把你骗得团团转一样吗？你怎么知道？没关系的，我什么都不要。如果他能好起来，我死了也没关系的。他这么丑也没关系吗？莫说他的模样，无论他是人是妖是魔是鬼，小女子都不希望他受到伤害，希望他可以开心，不被仇恨蒙蔽了双眼。仙子，求求你饶了他吧，小女子愿意用我的命换他的命。不许你求他，谁让你磕头的？他一直在骗你，目的只是想毁了你，以满足他的报复快感。我知道，就算在骗我，但是我想要救他。他杀了我也好，吃了我也罢，我都想让他活着。仙子，求求你饶了他，好不好？三三不解，你爱上他了？薛珊珊哭着没有说话，只是低着头啜泣。人和兽相恋不会有好结果的。小姐听到这话皱了下眉，看向三三，眼底也变得幽深了起来。腐九那双兽瞳一直盯着薛珊珊，直到现在还是难以相信。三三迈着小步子，一步一步缓缓地走向了腐九。薛珊珊吓坏了，连忙跪着爬起来，哭着求道：仙子，仙子，求求你不要杀他。你和云兰做了一样的事，他骗了你，你骗了他，从始至终都是谎言。你为此杀了无数的女人，欺骗着她们，报复她们，重复的做一样的事。可你若是想要报仇，杀光冰河界的女子便是，亦或是杀了云兰便是。如此做法，你只是报复，还是在期待什么？你不是想用自己的命换他的命吗？仙子同意不杀他了吗？那我便先杀了你吧，助纣为虐，亦是该死。不要！他将薛珊珊护在身后。你不是要杀我吗？杀一个凡人，你算什么本事？他什么都没做，所有人都是本王杀的，他也是本王掳上身的。你不是要吃了他吗？你管本王要不要吃他？你要杀就杀我，杀一个凡人，你也不怕遭报应？萧姐也皱了皱眉。你凶我！萧姐此时自是不说话了，这等凶残之兽还是杀了的好。他的三三，他自己都舍不得凶，岂容这种孽畜放肆？反正本王如今都要死在你手上，可你若杀了他，本王下辈子再生也要找你报仇。上古遗种，
生生世世轮回，本王便生生世世找你报仇。三三听到这话，突然觉得有点耳熟。曾经有一条龙也是如你这般说要找我报仇，后来他变成了我的坐骑。腐九的厉色也皲裂了一下，薛珊珊想往前求情，却被腐九拦住。本王有让你动吗？此时的腐九并不好看，甚至可以说是十分丑陋。他从薛珊珊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的样子，立刻挪开自己的脸，害怕自己吓到他。奴婢不怕的。你叫什么名字？回仙子，奴婢叫薛珊珊。薛珊珊，珊珊。三三看向腐九，旋即双手一并，一股真气瞬间逼向了腐九。不要！薛珊珊害怕的大喊。可渐渐薛珊珊发现腐九的脸开始变好了，腐九也发现自己身体的变化，有点惊喜又有点震惊。他不知道眼前这个人到底想做什么。三三收回手，人形长得还挺好看。三三其实就想看看这家伙完全化成人形会是什么模样，没想到出乎他意料的英俊。小杰脸色有些难看，一下沉了下来。王，你好了。杀了可惜，既然如此，那我便留你一命。如今你已失去了8个头颅，我将为你吞下一颗焚尸丹，你那8颗头颅这一世便无法再生，你的法力最多也只能达到曾经的1成。若你想恢复10成，重新长出新的头颅，便只能轮回重生。同时，你的法力无法维持你的化形，也无法化形，你会变成一条蛇。如今我给你一个选择，要么我杀了你，而你便等着100年、1000年或是万年轮回重生；要么我现在留你一命，为你吞下焚尸丹，你选哪一个？腐九在沉默着，没有说话。我等你半炷香的时间，若是半炷香之后没有给我答复，我便默认你想死。薛珊珊听到三三的话之后，也丝毫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是好，可她已经想好了，无论腐九做什么决定，她反手握住了腐九。而在此时看到他那双注视着自己眸子的那一刻，腐九好似忽然之间明白了自己到底在期待的是什么。我选后者。薛珊珊的眼角滑落一滴泪，看着他的眼里也满是温柔和心疼。这一世，腐九想要活着，他想要看着薛珊珊老去，看着他走完这一世，他要活着，记着他的味道，才能找到他的每一世。即便他只能变回原形，再也无法化成人形。好，话落，三三掌心中便出现了一颗丹药，指尖一动，那丹药便已飞入了腐九的口中。同时，三三留在腐九体内的真气也抽出来了，而腐九本身的法力根本无法维持人形，开始逐渐变成了蛟，最后变成了一只紫色的、生有双爪的、跟普通小蛇般大小的蛟的原型。薛珊珊忍着泪水跪在地上，小心翼翼地将它抱在了怀里。谢谢仙子不杀之恩，无论他变成什么样，我这一辈子都会好好照顾他的，我都会陪着他。我知道他好疼，他疼了好久好久，从此往后我会一直陪着他的。我们也该走了。三三点点头。小川走了。燕川这才化作一道流光钻进了三三的空间中。三三那焚身丹是何物？我怎的从未听过？随便炼制的乃选品丹药，可以阻止他头颅再次生长。原本是炼来对付一些不断生长分裂的危险的植物的，不过九头蛟这种会再长出脑袋的兽类也差不多，所以效果也一样。那为何叫焚尸丹？感觉这个名字霸气，随便取了的。不过因为是第一次炼制这种丹药，还并不是很完善，还有一点点副作用。什么副作用？药效并不能一直维持，每隔一段时间，大概它能够恢复一会儿法力，足以支撑它化为人形，但很快就会被压下去。大概这就是试验阶段的不稳定性吧。不过子期放心，那枚丹药压它个万年是绰绰有余的，即便隔一段时间化作人形，法力也支撑不了多久，很快就会被打回原形了。我会一直陪着你的，直到我死，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傻丫头。而在很多年之后，薛珊珊一直在轮回转世，腐九一直都带着这一世的记忆，在寻找着他的味道，寻找着他的转世。若干年后，薛珊珊仰起头，好奇地问：你是妖吗？你到底能活多久啊？那就要看你轮回多久了。而当他们走下山时，山下的积雪也开始渐渐融化，整个冰河界天上的乌云也渐渐散去了。燕川怎能一直不见他出来？小川心情不大好，臭蛇在那里生闷气呢。倒是件好事。终究是在你身边过得太安逸了，忘了自己的本事。若是再如此下去，只怕日后
还得你来保护他。倒也没关系，反正他以前也打不过我。空间里听到萧杰和三三对话的燕川一下更气了。可恶，这个萧杰又在阿芷面前编排他。但是气过之后，燕川神色也变得冷肃了起来。那小子说的也没错，他的确是在阿芷身边过得太安逸，有空间充沛的灵气，进阶速度也极快，还有阿芷的丹药和他的影响，都会让他的进阶速度提升。可以说他几乎没有遇到过什么避障和困难，也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险，也逐渐的让他丧失了原本的一些警觉心。这么想就更气了，那臭小子这么说，他没法反驳。偶尔粗心很正常，小川乃一代上古遗种，他本身就有巨大的潜能，真正打起来，凶蛟不会是小川对手，偶尔粗心也属正常行为。白三三这么说，燕川心里更郁闷了，面色虽然缓和了点，可心中的愧疚感却更重了。可如果下一次这样的粗心害了你呢？我不会责怪到别人头上的。小姐看着三三，算了，只要那条龙能听进去便罢。终于晾干了。这少年的突然出现让萧杰心生警惕。你晾了多久？人家很厚的，空间里没有太阳，哪有那么容易干呢？空间里的东西都是靠灵气滋养长大的。神女，你要不要考虑给空间里弄个太阳进来？太阳很好弄的，你去不周山射个金乌下来就行了。你以前不是弄过吗？我以前弄过吗？燕川终于忍不住了。好弄个屁！就算是神境强者进入不周山，还没靠近都能被烧死，还射个金乌下来，你以为跟射个葫芦下来一样容易吗？人家知道啊，可是我的书上记载过，神女射过金乌，所以人家以为对神女来说会很容易嘛。射葫芦？三三怎么忘了？他以前干过这种事儿，又好像的确是干过。燕川哼哼完又不说话了，继续翻身生自己的闷气。书？太叔？不错，他便是太叔的书灵所化。书灵是男的？当然不是了，灵是没有性别的，人家是为了神女才化形成男孩子的。萧杰俊容沉黑，看着太叔的眼神也不那么友善。三三对男孩子不男孩子的倒无所谓，不过看了紫气好像不是很开心的样子。好香啊！你的衣服被熏黑了。火！我要被烧了！三三愣愣地看着太叔跳脚，一跳3丈远，远离了火堆，然后眨眼的功夫，太叔就不见了，回到了空间里。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自己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呢？三三有点惆怅，即便是被烧被水打湿，只要他的灵在，他还是可以自我修复的。就算他被撕了，碎灵散落，但只要能重聚，便也可以复原。可是太叔却好像一直把自己当成了一本普通的书，又怕火又怕水。可能这就是残卷吧，脑子不太好。见到太叔这傻样，萧杰一时对太叔也没了先前的敌意，左右不过一本书罢了。这本傻书笑死我了！这什么？怎么什么都怕呀？凶蛟消失，往后的冰河界应该也不会有之前那般万年积雪了，冰雪已经开始消融，相信不久之后便会在大地上长出草木绿植。下一个地方，乖乖打算去哪里？交魂珠。交魂珠？此物乃炼制大眼丹最重要的一味药引，其他的都好寻，往后去灵界那边买来便可。但交魂珠需要去鲛人族领地才能获取。子期的事情已经忙完了吗？忙完了。那以后我都可以陪在你身边，无论你去哪里。好。三三长大了很多，离开九州，只要去到上位面，以我的修为和体魄的晋升，都能让我的身体和元神同步，如此便可正常长大，以后也应当不会再有副作用了。按照这个身体的年纪，应当也差不多13了。13？还是有点小啊。真正的鲛人族并非像九州大陆的鲛国那般，那是一系旁支，且因流落在外太久，已经丧失了本来的能力。我所说的是小月的先祖们那一纯正血统的一支。传闻中那支鲛人族的栖息处建在东海之底无尽归墟处。曾经我误打误撞去过一次，可却忘了是从何处而去。也只有这一支族群才是真正血统纯正的鲛人族，也是在千界中有着美丽传说，却也让人闻风丧胆不敢招惹的族群。无尽归墟。若是能找到这个地方，便能找到鲛人族的住处，也能找到交魂珠。我曾听我师父提过无尽归墟，无尽归墟要从黄泉冥界过境方能抵达。万物生于混沌，归于混沌，黄泉水，归墟银，取帆3000里，万鬼所出门。东海之底的无尽归墟，便是黄泉冥界黄泉水的尽头。太叔闻言有点诧异，你所言怎的跟我书上的一样？你莫非看过我？此话乃我师父所述，那你师父看过我？
早就想问问子期的师傅是何人。师傅从不透露他的姓名，也从不露出自己的真容。我自小到大，每一年师傅都会找到我，教授我一段时间的修炼方法，然后便会离开。这一次回去之后，也是他告诉我，被我吞噬的残魂那个人还活着，且让我不要与他为敌，说我不是他的对手。除此之外，师傅教了我穿越位面的阵法之后，便又离开了。不过我师傅他一眼便认得允星，名字也是他取的。认得允星，那说明子期的师傅至少也是数万年之灵。允星剑乃他成神之前便遗失了，成神之后他所用的武器是琉璃伞，后来琉璃伞在他灵魂破碎之际也碎了，现在便练了一把破天刀在身，而他成神到灰飞烟灭早已过了数万年，所以子期的师傅若是认得允星，那也是古早时期的人了，来头也必然不会小。如此看来，子期是抱了个大腿啊！可是子期师傅竟知道楚尘的存在，显然此时萧姐也想到了这一点，容色也有些凝沉。师傅到底是为什么会知道楚尘的存在？那他知道楚尘和三三的关系吗？萧姐发现三三好像在想什么。乖乖是在想九州大陆吗？子期回过九州，那爹爹、哥哥、外婆、外公他们可好？想他们了？想，应该是的，想他们了。萧杰看着三三，眼中浮现出了一丝欣慰。你失踪之后，相府和国公府都在满大陆找你，不过他们目前尚好，我也放了我的人在上京保护他们。除此之外，我还去了一趟天玄门，见过了金玄前辈，也是在金玄前辈的指点之下，知道你或许传送到了其他位面。金玄前辈本来让我与他一同前往寻你，但金玄前辈还需安顿好天玄门，所以我便率先离开了九州大陆。除此之外，九州大陆也比先前有了不一样的地方。金玄前辈说，九州大陆在你离开之后，大陆应当是升阶了，灵气比之前更加充沛，位面法则的威力也变得更厉害，且大陆本土修行者封顶的修为也有所上升了。从前九州大陆的修为最高便是大士期，而一旦过大士期便会受到法则的制约，但现在九州大陆已可继续修行到灵海期，且也可以继续往上修行了。金玄前辈也不需要继续担心会被位面法则驱逐了，只不过从你离开之后，九州大陆的位面被加固了，若是其余位面的人要去往九州大陆，比起之前也会更难。若是如此，那么也就是说，九州大陆的修行者便可在九州不断修行，突破到更高的境界。三三皱眉，难道说是在那个时候九州大陆的法则被他打乱了？我此次来之前，在金玄前辈口中听闻，在太道皇书中的道书的演算中，九州大陆将会改写未来千界的变化，会成为极为重要特殊的一个位面，以及演算中还有一个传闻。什么传闻？传闻九州大陆将会有仙神出世。三三轻拢了下眉，神色也微微变了一下，这说的莫非是他？而九州大陆难道也与他有关？金玄前辈说，若是我见到你，便一定要将此事告知于你，而他也是在外界那些人口中所听说的。等四月丫头醒过来，处理完要做的事情，我们便先回九州，如何？若道书的演算和传言属实，那么也许未来的九州大陆会很热闹，而且乖乖的家也在九州。好，不消片刻的功夫，三三吃饱了，也吃困了。萧杰抬眸看向三三的时候，便见到三三一边吃一边打呵欠。他走上前，在三三快睡着的时候，便将他搂在了怀里，感受着怀里的温软。萧杰方才眼里的凉意也渐渐被火光的温暖所覆。他们在冰河界中寻了几日，便找到了距离黄泉冥界最近的磁场。启动雪灵珠后，他们便已经被传送到了黄泉冥界。三三醒来的地方是一片黑暗的森林。三三醒来时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子期呢？可能雪灵珠传送将我们传过来时，把它随机传到另一个地方去了。随机？我们和你之前是有羁绊的，而且都在你的空间中，所以会同你在一起。但那个家伙不一样，所以应该是在传送过来时，位面漩涡把它吸到另一个地方去了。不过肯定也是在这个位面的。这里便是黄泉冥界。主人，这森林里好多残魂，你想吃？此地瘴气弥漫，残魂变异，虽说吃了不会对你有多大的增益，但你若想吃，便去吃吧。想要去到东海，顺着黄泉水的流域便可找到了。无尽归墟便在黄泉水尽头。三三点点头，黄泉水必不可能在这种原始森林中，所以他得先出去再说。而且他要找子气，也不知子气在什么地方。主人，我吃饱了。皱褶怎么没出来啊？他不是最喜欢出来了吗？到了一个新地方竟然不出来。小川说，等到他修炼达到天阶之后再出来，否则便只有打架的时候才能叫他。那不是没人陪我玩了。走了约莫半个时辰，三三他们才走出这片树林。黄泉冥界便是如此，若鬼域之地便也因此而得名。此地亦是散落残魂悠游之地，是千界位面中残魂怨灵最多的地方。末路黄泉幽冥之地，望穿彼岸，了却人世3000世。
小魂也好奇的在四处看。作为一只噬魂兽，小魂是很喜欢这种地方的，到处都能闻到食物的味道。走在路上的时候，突然前面有一辆马车路过，三三脚尖轻点，飞身便落在马车的车顶。三三盘膝坐在车顶上，想要搭个顺风车，而马车也果真一路没停，直接行进到了城门口。快要进城的时候，三三才从马车上飞身落下来。暗夜城，主人小心，有神庙的人的味道。三三轻点了一下头，便直接踏进了城。若真有神庙的人，对三三来说反而是好事，早杀一点，以后就能少杀一点，反正早晚都要死。方才载了姑娘一程，姑娘便这般走了，着实让在下好生伤心呐。你是在跟我说话？方才难道不是姑娘搭我的马车进了城吗？多谢。三三见一群人挤在一起在看什么，便也过去。原来大家是在看一张告示，是寻人启事。三三没多大兴趣，准备走。主人，你看那人像不像你？三三这才回身看向了墙上的告示。当三三看到上面的画像时，是觉得有几分眼熟，而且画的是自己3年前的模样。有人在找他。请问找到人去哪里？在暗夜城的城北有一座神庙，如果有此人消息的话，便可以去神庙禀报。好。你跟着我做甚？小生见姑娘年纪小，又是一个人，担心会有危险，所以便跟了几步。就在这时，三三背后传来一阵极香的味道，他缓缓转身，朝背后正在做糕点的摊子走过去。怎么卖？姑娘，10个零食一袋。零食吗？三三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储物空间，发现自己的储物空间中只有金银珠宝的财物，并无零食。他忘了黄泉冥界中的货币和凡间的货币是不一样的。这位姑娘的钱我帮她付了。嘿，哎呀，好嘞。三三接过糕点，好奇看了看身边这个男人。主人，他的灵魂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多谢，我身上没有零食还你，不如我给你几颗丹药吧。子君看着三三手里的丹药怔了片刻，要知道这些丹药随便一颗都值1000颗灵石，他就这么随手拿出来送人了。而这随手送丹药的习惯更是让他心中雀跃不已。丹药的香味儿顿时引起了不少修行者的注意，子君也察觉到了，立刻将这些丹药收起来，担心会引来麻烦。见这个男人将丹药收了，三三便提着糕点准备走。姑娘，在下程子君，不知姑娘芳名？不远处的下属见到也有些疑惑，君主为何会行如此的礼节？君主可是一方的君王啊，跟随君主1000年之久，他还未见过君主对谁行过礼。白三三，白姑娘，不知白姑娘要去什么地方，可方便在下陪同？或是姑娘有什么需要的，在下可在姑娘身边随时照应。暂且不必，我还要去找人。如此是在下冒昧了，姑娘带些零食在身上吧，若是姑娘要歇脚，便有用武之地。你我认识吗？姑娘可认识一个叫宋无求的人？宋无求，听上去倒是有点耳熟，不过好像没什么印象了。在下也是随口一问，姑娘不必放在心上。这点零食你拿去，还有这枚玉佩，若是姑娘遇到什么麻烦，可在此玉佩中注入神识，在下便会感应到的。那我便再给你几颗丹药吧。说罢，手里便又出现几枚丹药，一物换一物，也不算亏了这个人。好，将丹药给了程子君。三三收下玉之后，眨眼的功夫便消失在人群中了。程子君站在原地，呆呆地看着三三离开的方向，眼中蒙上的雾气渐渐变成了水光。真的是你啊，阿芝主人，只是你好像已经不记得我了。奇怪，方才那人好生熟悉啊。方才那人应当是夺舍。夺舍？是啊，主人，我能感觉出来，那人的元神和肉身感觉不太一样，应当是夺舍之后重新融合过的。不过那人很强。那或许曾经见过。三三直接迈步朝神庙过去。什么人？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三三微抬眼帘，平静的眼中划过一道寒芒。接连的惨叫声不断响起，数道身影直接砸进了神庙的内部，血溅3尺，娇小玲珑的身影飞落在一片狼藉尸体之中。哪里来的黄毛丫头？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想做什么？这里可是神庙。大人，这个好像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你是白三三，所有使徒听令，给我拿下他！愚蠢！话音一落，一股强大的磅礴威压顷刻之间从他身上散发出来，如天威之势，令人无法喘息。但凡是靠近他神魂期以下的修行者，当场元神爆裂，肉身也炸成了血雾。神庙有多少人，我就杀多少。
这句话落下的瞬间，只见寒芒一闪，破天陡然出现。而三三手中破天还没来得及出手，一声龙啸伴随着龙息已经喷在了那人脸上。那人脸瞬间被灼伤，眨眼之间，一颗脑袋和元神已被一道巨兽的虚影吞入腹中了。刀还没见血，但白庙之中所有的人都死了个干净。黑煤球，你抢我的人头干嘛？哼，我凭本事吃的人头，你凭什么说我抢？你个臭小子！小川出来了。老夫不是说了，打架就叫我。也好。这雕塑是什么玩意儿？燕川抬头看着前面被供奉着的巨大神像。这些神像你见过吗？喂，小太叔，你知道这谁吗？知道神庙怎么回事吗？这神像应该不是真正神的模样，应当是经过修饰和美化过后，作为一种信仰存在的介质。在我的记载里，神庙存在数万年了，掌控神庙的是神，但并非是一个神，应当是好些神呢。哦，也就是说神庙还是一个组织，那他们好端端的神不做，建立神庙干嘛？那就不知道了。你不是书吗？你怎么不知道？人家也是书啊，又不是别人肚子里的蛔虫。切，没用的东西。太叔还想争执，但想到上次被燕川一脚踹进水里，就闭上嘴不说话了。不过是诓骗世人的沽名钓誉的东西。这神像中有神力，若是寻常人看见，便会不自主地产生膜拜感，且深信不疑。三三掌心运起一道真气，3丈高的神像瞬间坍塌，短短的功夫便化作一片废墟。小魂饿了吗？小魂兽瞳一亮，发出一声低吼。庞大的巨兽虚影瞬间在这个地方肆虐刮过。阿直，等等我！而在三三踏出白色庙宇的那一瞬间，身后的白色庙宇也轰的一声坍塌，尘土四起，整个大地仿佛都震动了一下。小魂也掠出来了，趴在三三肩膀上打了个饱嗝。长胖了！哎呀，黑煤球长胖了呀！我才不会长胖呢，我又不是你。你这家伙，也不知道是谁说不到天阶不出来，憋不住了吧？老夫不是还说了，大家喊我吗？我一会儿进去接着修炼去。切，主人，我就是吃多了，等会儿就不胖了。先找子气，若是路上遇到神庙的人，便杀了。找他做什么？要不找了，我们直接去鲛人族吧。先找到子气，他与我同来，又是我的人，自不能扔下他。那就失之半妖，就不是人。虽然很不爽，但阿芷的决定他也不会干预。虽然看不惯那个家伙，不过好歹那家伙对阿芷还算不错，所以燕川也没说什么，又回到空间继续修炼了。阿芷啊，我感觉……三三走出这个地方，飞身朝另外一个方向过去。什么？我感觉可能要有什么宝贝在这个位面出世了。老夫虽然不是寻宝兽，但对天地之物还是能有所感应的。咱们要不要去把这个宝贝给抢了？先找子气。燕川皱眉，翻了个身，俊容有点酸。又是子气，这臭小子到底给阿芷灌了什么迷魂汤了？现在神庙出事，肯定马上会传到上面那些家伙耳朵里。阿芷出现在这儿，只会更危险。小川，干嘛？找到子气，让他烤肉给你吃。燕川轻哼了一声，嘟囔了一句不知道什么东西，就没再说话了。三三知道燕川在想什么，所以也知道小川是在担心自己。我既能灭了神庙据点，自是不怕麻烦，既都是该死之人，早点遇到晚点遇到都一样的，早晚都是要死的。三三脚步停在原地，左右看了看。主人怎么了？不知该往哪儿去。他突然鼻子轻嗅了一下，闻到了一股奇特的味道。好奇怪的味道。小魂也闻到了，是黄泉水的味道。三三顺着这股味道的方向飞去，不消片刻，穿过一片树林之后，便落在了一片流域的河畔。传闻中，只要是横渡黄泉水的人，全都命丧其中，四野荒冢枯骨，周遭可闻万鬼悲鸣，尽头可见魂幡3000。亦有传闻，黄泉水之上常有一艘鬼船出没，但凡是共同踏足了这艘船的人，便会形同陌路，甚至互相残杀。不过，顺着这条河的流域走，就能找到黄泉之水的，便可过境黄泉冥界，去到东海之滨。而黄泉水的尽头，便是我们要找的无尽归墟。鬼船？是啊，我书里就是这么记载的。而黄泉冥界乃幽冥9幽之地必经之所，即上有9天，下便有9幽。黄泉冥界同幽都、北冥、蓬莱、归墟等9地统称为9幽之地。9幽之所互不干预，各有其主，而通往其余8地便都需要从黄泉冥界过境。不过在3万年前，北冥便被幽都王给侵占了。幽都打通了和北冥之间的结界后，进攻了北冥，如今已在北冥称王了。燕川以前不就是北冥之王吗？他也清楚呢。不过以他从前的实力，应当不需从此处过界，便可直接穿越位面的。燕川听到这话，神色也明显变了一下，周身都散发出一股冷意。难怪臭蛇一到黄泉冥界就不想出来。放屁！老子都说了，我要修炼，所以才不出来。根据书上记载，
鬼船会在黄泉的尽头出没，要过境就要乘坐鬼船。反正我书里都是这么说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人家也不知道。那便顺着这条河走，子期应当会和我们一样。三三袖袍轻拂过，便顺着黄泉水流过的方向缓缓前行。阿芷，我要入定了，你万事小心，可能我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出来。好。若你实在遇到危险，便将我强行唤醒。只是那样或许会打断他的进阶，但若是阿芷当真有危险，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三三能感觉到小船到了黄河冥界之后，危机感也变重了，或许是因为离北冥近了。郡主，刚刚传来的消息，整个黄泉冥界中，这几日内所有神庙据点全都被拔掉了，所有神庙中的使者无一生还，遍地的残肢残骸，像是被什么凶兽啃噬剩下的，而所有的神像也全都被毁了，庙宇坍塌变成废墟。现在这个消息恐怕已经传到了灵界，上至神界。传令回灵界，让他们乔装打扮，找点神庙的麻烦，拖延神庙中的人到黄泉冥界的时间。可是郡主，以前您不是让我们避着点神庙吗？程子君冷冷看了他一眼，属下多嘴，属下这就去办。无双城，萧杰立于城门之上，目光冰冷地注视着眼前看着他笑意盈盈的女人。滚！小狼崽子，再给你一次机会，当本座的入幕之宾，成为本座的男宠，黄泉冥界之内便无人敢找你麻烦，给你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滚！不知好歹，本座念在你长得不错的份上，几次对你忍让，让你主动投诚。怎么，难道是本座的美貌配不上你不成？抱歉，我对你没兴趣。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休怪本座逼良为娼，强迫于你了。眨眼间，一道极强的剑气突然冲天而起，强大妖力顷刻覆盖了整个领域。冷红月有点心惊，这小狼崽子竟这般强，他不敢大意，手中顷刻出现了一把古琴，红唇冷弯，本座便陪你玩玩。仙指单扣拨弹间，一声曲调流出，当时仿佛整方领域都跟着随之颤动了一下，强大的神境强者威压顷刻扑面而来。萧杰目光冷凛，竟是神境。顺着黄泉河流穿过一片沼泽之地的白三三突然抬起了头，看向远处的一个城池的方向。是允星？就是允星。三三广袖一抚，便飞身轻踏凌空而起，朝着那个方向掠过去了。萧杰身子从天而降，脚下不住往后退，最后一脚踏地止住了后退的步子。萧杰嘴角溢出一丝血。阁下好本事。小狼崽子，本座再给你一次机会，乖乖当本座的面首，本座便带你吃香的喝辣的。谢阁下抬，我已经有了心仪之人，若阁下强行阻拦我去路，那在下便也只有拼死一战了。好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随着他指尖一动，一道杀人琴音便倾泻而出。萧杰眉心一凛，用妖力抵御住了琴音的攻击，指尖捏了个诀，陨星剑便顷刻在手中幻化出数道剑气，而这数道剑气顷刻之间便化作了实质的气刃，铺天盖地地朝着冷红月飞去。冷红月飞身而起，再一次集中真气，不再是单手擒，而是双手抚琴。当气刃被击溃，这凛冽威势便直接击向了萧杰。他神色陡变，横剑挡在身前，整个身子却在瞬间倒飞出去了。任凭你再如何有逆天之能，终究如今也只不过是化劫期的修为，神境之力可不是你能抵御的。什么？你竟然接下来了？虽然接住了那一击，可浑身的骨头都像是被破碎了一样。在支撑一会儿之后，终于双腿无力软下去了，以剑撑地，单膝跪在了地上。还真是个硬骨头。既然如此，那我便打断你的骨头，让你当个动不了的美人儿，倒也不错。我死也不会留下。冷红月眸色一厉，袖袍一甩，一道真气便运在手掌中，掌心一动，那道真气便直接向萧杰击去。可就在此时，他挥过去的真气在空中陡然被另外一股力量化开了，消散在了空中。一道白色的娇小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他的视线中。三三听到他虚弱的声音，眼底的冷意也深了几分。三三手中出现了几枚丹药，指尖一弹便飞在了萧杰口中。打坐调息淬骨。萧杰在感觉到丹田一股热流涌上来的时候，立刻听从三三的话，开始打坐调息。你为何要伤他？你长得真好看。三三手中破天乍现，因为本座想要收他当我的面首，而他不乐意，所以本座便只有动手了。子期是我的人。你的人？不如我们做个交换怎么样？现在本座不喜欢他了，喜欢你了。
你跟本座走，本座就放他一马，如何？不如何，你伤他，我便砍死你。话一落下，破天便以一刀劈出。冷红月看着劈过来的破天之威，脸色一变，立刻向后倒飞。三三提膝飞上去，眼底森冷，又是一刀砍出，顿时整座城门楼都被劈成了两半。我的城门！小可爱，你毁我城池，害得我损失惨重，若不以身相许，可就说不过去了。不如从现在开始，我就换你老婆，如何？话里赤裸的挑衅和调戏，试图激怒白三三，但对白三三来说却并未激起丝毫波澜。可正在打坐的萧杰此时却突然心神不稳，差点走火入魔。莫要走神。在三三的话叮嘱之后，萧杰才有敛了气息，再次逐渐趋于平静。小可爱，本座不想伤你，也不想与你动手。这么可爱的瓷娃娃，若是伤到了，多可惜呀！只要你乖乖跟我走，我便不伤它。我这里有酒有肉，还有美人，黄泉冥界中最好的东西我都有。你想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三三神色淡漠，在他话还没说完的时候，已经再次飞身而起，一刀劈出去了。劈出去的力量径直穿过整座城池。我的房子！而还不等他回神，又是一刀巨刀虚影朝他劈斩而来。他又只能赶紧躲，但他也只能是躲，根本没打算真的对三三动手，生怕自己碰坏了打狠了。多漂亮的瓷娃娃，可不能毁了。虽然现在看来这女孩强得可怕，他美眸冷凛，终于忍不住拨弹了一阵琴音，想要试探一下这女孩到底强到了什么地步。可就在他琴音拨弹出去向白三三逼去的时候，破天刀刃的寒芒从三三眼中闪过，手腕一动，破天便立刻向他翻飞出数道残影，瞬间便在他身前形成了一个极强极大的领域。五欲，那向三三逼去的阴功也在同时和那领域碰出了锵的一声金属的颤音，他的阴功被打散，空中顿时炸开了一道无形的气浪。五欲不是神境拥有灵智空间的强者才能产生的吗？他怎么会有？眼见那白衣女娃挥刀还想要砍他，他立刻从空中飞落，将琴收起来。不打了，不打了。三三眉心冷凛，见他收回武器，破天的刀刃也垂向了下方。要是再打下去，我这城可就真没了。你这女娃怎么这般能搞破坏？三三没说话，只是冷冷注视着他。好了，小可爱，我又没有杀了他，不要这么生气嘛。本座不是说了吗？我现在呢，对他没兴趣了。比起他来，本座更喜欢你呢。现在你又毁了我的城池，不当我的小媳妇儿，我可是不会轻易罢休的。离他远点儿。三三见萧杰吐血，走到他身边，指尖在他身上几个位置点了两下，翻涌的气血才压下去了。但是三三的神色却有点担心，此气原本应当在淬骨阶段，突然打断运动，真气涌动，只怕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了。这可不是本座害的，是他自己打断运功，导致真气翻涌。三三看向他，仙王级的强者，若是斩杀，可能要费点功夫，而且看起来也并不好杀。小可爱，我们和解可好？我城中有吃有喝的，还能提供地方为他疗伤。不如你带他随本座回家如何？小狼崽子骨头全都断了，现在真气正乱窜呢，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疗伤。本座那里呢有不少灵丹妙药，就当本座跟你和解赔不是。你看嘛，我伤了他，你也毁了我的城池，就算两清了嘛。子期饿了吗？正好我的丹药也不够了，那便先跟他回家吃点东西，然后再为你疗伤可好？这个女人对他们没有敌意了，子气的仇，他砍了他好几刀，又毁了他城池，也算是报了。虽说一开始是打算砍死他，但目前看来也没那么容易砍死，所以就算了。仙王级，现在他打很费劲，杀也很费劲。萧杰盯着冷红月的眼中弥漫着的亦是毫不掩饰的敌意，他没有说话，但三三就以为他是默认了。那便这么定了。子期，萧杰艰难地缓缓站起了身，然后陈眸轻点了一下头。他自是不想去，但既然三三想，他便随他去。冷红月当真把他们二人带到了城主府，并且好吃好喝的招待，不多时就派人送了一些灵草和丹药过来。此人恐怕心怀不轨，有所企图，三三要离他远点，勿要随意听信他的话。你说的对。而此时冷红月在回到城主府安顿好他们两人之后，便去泡了个温泉，一番洗漱之后便到了前厅，一边欣赏着歌舞，一边听着手下的人禀报。
城主，最近神庙在黄泉冥界的据点都被毁了，神像也被破坏，所有神庙中的使者无一生还。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但此事目前已经传开了。本座还没动手，倒是被人抢先了。神庙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一侵入黄泉冥界，他就有想法连根拔除掉。但偏偏神庙的统治者，就连他也得忌惮，是惹不起的存在。去给本座查清楚是什么人干的。是，城主。本座的小媳妇儿怎么样了？您的小媳妇儿？就是本座今天带回来的，生得十分漂亮的小女孩。那位姑娘应当和同来的公子在一起休息，需要去请他们过来吗？去。男士点头，便立刻退下了。没过一会儿，是白三三和萧杰便进入了大殿。二位请坐。看样子这位公子恢复的倒是挺快，本座的丹药也没白给呀。阁下给的药看来药效也不太好，到现在在下的伤势都还未完全恢复。冷红月皱眉，当他的丹药是泻药呢，吃了就立马见效。这些丹药可是他炼制了很长时间才炼制出来的选品丹药，真以为炼一颗丹药就跟捏个丸子一样简单，愚蠢。罢了罢了，这小子年纪小，不跟他一般见识。在萧杰眼里，炼制丹药的确不难，毕竟三三一炼制丹药都是按瓶炼的，而且三三确实是随手搓的。无碍，带我找点药材，再炼制点高品阶的丹药，在你伤势好了之后，还能巩固一番。快尝尝本座府上的美酒美食，还有这数位的美人儿，你想让他们跳什么舞，便让他们跳什么舞。三三对冷红月的称呼倒并不在意，所以在听闻他的话之后，当真开始品尝起了美酒佳肴。但萧杰沉脸的眸子也领起了一丝冷意，看了一眼冷红月之后，便将目光收回来，看向了身边的三三。这小狼崽子也沉得住气呀，倒也不傻呀，知道打不过自己，而自己对小媳妇又没有恶意，便沉住了气。他们都很好看。三三是个颜控，萧杰知道，所以在三三难得如此专注看跳舞的时候，眉心轻拧了起来，心里还有那么点酸。那是自然，这些美人啊，可都是本座到处找来的。怎么样，小媳妇儿，喜欢吗？喜欢。萧杰面色更黑了。小媳妇儿若是喜欢，本座便都送给你，如何？这些人都是到处找来的。那是自然，原本座也打算把你抓回来，给本座唱歌跳舞。唉，奈何你是小媳妇儿的人了，本座抢也抢不得，还毁了本座半座城池。这就是你说的面熟？你不觉得把这些漂亮的人抓回来，唱歌跳舞是一件十分赏心悦目的事儿吗？当他们为本座跳跳舞，伺候本座，便是一件美事儿。本座高兴也喜欢，有何不可？可是面首不是男宠吗？也便是陪你上床的男人。萧杰也沉默了，这肯定又是燕川那个色痞龙教的。上床的倒也不是没有。我家三三还小，阁下说话请注意分寸。冷红月老脸也有点不太好意思了。不好意思，这还真是破天荒头一回呢。我不小，怎么说他也是活了数万年的人神了，论起年纪，怕是比起这整座城的人的寿命加起来都还要大好多倍。不想。子期这是在哄我。即便萧杰知道三三或许实际上的年纪恐怕已经很大很大了，但在他眼中，三三始终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即便知道也不影响，现在三三在他心中是柔弱好欺负、单纯好骗的形象。三三悠悠叹口气，罢了，自己大把岁数了，也就不与这些年轻人计较了。二位应当不是黄泉冥界中人，莫非二位也是冲着黄泉镇上的东西来的？黄泉镇？听阁下的意思是根本不知道黄泉镇。我们不去黄泉镇。那你们要去哪里啊？我们去什么地方就不劳阁下费心了。小媳妇儿，不如你就留在我这里怎么样？这些美人们我都送给你。刚说完这句话，冷红月便察觉到了从那个男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逼人寒意。小狼崽子，你现在可不是我对手。有杀你的能力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于我而言，想要打败你所需要的时间并不会太久。你们到底是什么来头？顿时仙王的强者威压朝他们袭来，除白三三和萧杰二人之外，其他所有人都毫无意识地跪下去，根本不敢抬头，全身不住地颤抖。你是想打架？萧杰的指骨也微微变得冷硬，随时准备动手。冷红月将身上气息收回来。小媳妇儿，你误会了，我就是好奇问问，你身边这个男人可是个半妖，来头也不小，血统也不是什么普通的妖族，你可要小心啊！万一哪天就把你吃了呢？这个女人到底想说什么？又到底想对三三做什么？吃了我？不会的，子期无论是人是妖都不会吃我。依本座看，这可不一定。也许等你再长大几年，养大点再吃呢。你挑拨是没用的，子期是我的人。你的男人？
我的男人。子气是男人，又是他的人，那自然便是他的男人喽。你给我小媳妇灌了什么迷魂汤？小姐听到这话，心里舒服了。这酒还算是美酒。若按照关系来说，三三乃在家未婚妻，也应当是我未婚媳妇儿。阁下出言还请自重。我小媳妇儿骨龄还不过13，你是把我小媳妇儿当童养媳养着的？如此说来，好像也是。这话让萧杰一下打断了思绪，忽然之间没法接话了。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你应当是昆仑银狼一族的血统吧？这一族我记得好像历来不出昆仑，统御着妖族之地，怎么会跟凡人生子？其实他还有话没说。昆仑银狼一族乃上古之初便诞生的妖族，这一妖族自上古时期便有了自己的领地，且战斗力极其强横，便是神魔都要忌惮3分。也是因此，昆仑之地从来都无人敢踏足，极其神秘。听闻此言，萧杰和三三神色都有了一丝变化。昆仑银狼一族，你不知道哦，难怪子期的毛毛是银白色的。既然你不知道，那我就不说了。反正就算是纯血统的银狼族，在你这年纪也不一定有你这般的实力。萧杰也不关心也不问，无论他是什么血脉，都不会改变他的现在。三三看了看萧杰，见子期不问，他也就不问。对你们来的地方，本座也十分好奇，当听个新鲜。小媳妇儿要是告诉我，我就放你们离开，怎么样？我们从九州大陆而来。九州大陆？冷红月疑惑，他怎么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要去鲛人族，需从此地过境。你们要去鲛人族？小姐点了下头。原来如此。你活了多久？本座今年已经53231岁了。小姐表示，年龄这般大，可行为举止怎的这般泼皮无赖，更不像个女人，这般无耻好色，倒是跟燕川绝配。三三盯着他，冷红月以为三三觉得他年纪大。媳妇儿，本座这年纪可不算大的，以前还有个叫白芷的女人，年纪可比我大多了，至少活了10万年，那可才是老古董。相比起来，本座可算是年轻的了。不过，这个女神才是千界最厉害的神，不，最厉害的神。从凡人修炼成神，从古至今，唯有她一人而已。就是可惜，天妒红颜呐，最后渡劫的时候被天劫给劈死了。小姐见状，连忙伸手问她顺背。她鲜少见到三三有这种反应，莫不是方才这女人所说的同三三有关？小可爱，你没事吧？怎么了？是不是吃了东西拉着嗓子了？无碍。冷红月狐疑盯着三三半晌，怎的说到白芷的时候，这丫头反应这么大呢？有劳阁下招待，我们在此地休息1日之后，便出发离开无双城。今日便提早拜别冷城主了。这么快？是要走了，我们赶时间。那你们可还会回来？当然不会。去鲛人族找到交魂珠之后，他就要先把小月救活，后面或许会先回一趟九州，或者顺道去一下北冥。而他在外面的时间也不能太久，若是太久，回去或许便见不到他们了。这样啊，想要去鲛人族的领地，的确需要从黄泉过境。不过我听说，鲛人族素来不允许外人随意进入，大多数人在到达鲛人族领地之外，便会被他们所制造的境域所控制，轻则重伤，重则一辈子都会被困在其中，甚至死在里面。你们就真是不打算考虑留在我这里？不考虑。冷红月平眉轻哼了一声，身子往后一倒，也不说话了，像是被气着了。你和我们家小川性情颇有些相似。小川？燕川？燕川？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好像以前北冥的那个妖龙也叫燕川。那你可知北冥沦陷，被幽都王所占领？幽都王？突然之间，脑海之中划过一道血色，他眼底也涌出一抹猩红，头痛欲裂。一股强大的力量顷刻从他周围迸发出去，大殿中的所有人都在瞬间被这股力量击飞了。萧杰见状，立刻将三三护在身后，面色冷郁。城主。冷红月拳头紧握，放在桌上，美艳的容貌和那一身翻飞的红衣银发，此刻犹如地狱生魔，张扬着一股冷厉骇人的气息。这是要发疯了吗？可能是。但很快，冷红月便握紧手，神色也渐渐恢复了正常。他好像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刚刚我怎么了？城主，你没事吧？不好意思，本座也不知到底是怎么了，吓着2位贵客了。来人，送客人们回去休息。是。萧杰率先起身，微微颔了下手，便牵着三三离开了这里。怎么会这样？想到方才三三询问他那句话的时候，那双通透澄明的眼睛里，他却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恨意，可却不知道
到底恨从何而来？翌日，在萧杰身体已经恢复了大半的情况下，三三和萧杰便启程离开了无双城。两人离开的时候也没打招呼。萧杰看了一眼身边看起来脸不红心不跳十分淡定的三三，便想到了今日一早就看到三三让小魂和太叔收拾打包府中的那些玩意儿的模样，发现他看到了。三三正正色色地说，正好身上的东西不多，不拿白不拿。因为这一句话，城主府中被三三顺走了不少东西。就在此时，一道红色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他们二人面前。二位离开一声招呼都不打，未免有些失礼了吧？他目光直接看向了三三，眼中也隐下一丝深意。放心，我来并非不让二位走，只不过是过来打声招呼罢了。冷红月吹了个口哨，立马便过来了一辆马车。总是飞过去也是很耗费真气的，不如送你们一辆赶路的马车，如此也不怕累坏我的小可爱了。不过你们此去可要小心，你们要去的途中会经过黄泉镇，那个地方现在应该很热闹，若你们不想添麻烦，便绕开那个地方走。多谢。小狼崽子，你真不想知道你爹是谁吗？不想。冷红月笑而不语，便不再问了。我叫白三三，本座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冷红月。话落，他便扔下一块玉牌，萧杰接在手中，这枚玉牌上便写着无双城的字样。若你们在黄泉冥界遇到麻烦，便将这块牌子亮出来，任何人都会给你们3分薄面。谢谢。冷红月笑了一下，没再说话。如此，萧杰也跳上马车，鞭子一抽，马儿便跑了起来。白三三，我好像知道神庙是怎么回事了。城主怎么不把他们留下？按照城主以往的性子，但凡是入了他眼中的美人，必然会留下的。城主对他们好，也从不曾苛待他们，所以那些人后来绝大多数都会安安逸逸的待在城主府，不会再离开了。在这个世上，有一种人是留不住的，区黄泉冥界，又怎么留得住他们？就是可惜我那小媳妇儿啊。下属表示，虽说有许多人说城主男女通吃，可他知道城主明明只吃男人呐，城主的取向还是正常的。莫非今儿真对那年轻女子动了想法？萧杰在驾了一阵马车之后，便被小魂接替了。小魂对驾车这种事儿很感兴趣，一骑在马儿的脖子上，马儿顿时吓得一动都不敢动，全身颤抖，直至他低吼了一声，马儿才跑起来。子期想问什么？昨日为何会突然问他关于北冥和幽都王的事？太叔告诉我，他从冷红月的过去里看到了和小川相关的人，所以我便多问了一句。而对小川来说，最重要的也是他最讨厌的人，从前应当是我，现在应该是入侵他北冥的幽都之王。所以你是怀疑他和幽都王有关系？便是随便问了问，没想到他会发疯。其实倒也没发疯，就是反应大了点儿。但看样子他也应当不大清楚，他5万余岁便已在这黄泉冥界待了5万多年，这么大岁数了，脑子不大好使也是正常的。毕竟他作为白纸都忘了那么多事。三三从前活了多久？你想知道我是谁吗？我并不在乎，不在乎你是什么人，你是谁。年纪的话，我也忘了我到底活了多久。不过听那个冷红月所言，我从前应该至少活了10万岁吧。而在1万年前，我渡劫时期被人所害，灵石破碎，元魂分裂，本以为已是灰飞烟灭，但没想到一缕灵石保留了下来，而我破灭的残魂则四散流落。于是我便以我这缕意识四处寻找我的残魂，并且融合，而这个身体便是我最后一缕残魂所生之体。所以你便是他们口中所说的万年前的神白纸。所以那冷红月说我是老古董，倒也没什么错。而这个肉身原本乃是血肉之躯，所以我元神已归位，残魂俱齐，但还需要重新修炼。不过因为我本身便通修行之道，所以修炼起来也会比常人更快。萧杰心中已了然，可却还是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你不高兴吗？只是想到上3以后会再次变成神，我担心若是修为不够，达不到与你齐高，便无法再陪在你身边了。就在这时，马车突然停下。什么人敢挡小爷的路？小公子误会了，我们只是突然见到有马车过来，担心是贼人，心生警惕，故才莽撞拦下。管你们是谁，挡我的路，
就是挡我主人的路，挡我主人的路就是找死。小环，主人，让路。姑娘，这附近甚是凶险，我见你们也是一辆马车独行，不如我们结伴同行，也好互相有个照应。在下间隔下一路赶路，恐怕也已疲累。正好我们这里有一些干粮食物，可在前方不远处找个地方一起休息，也能分你们休息。我主人才不怕危险呢，我看跟你们结伴才危险。在三三探出脑袋的一瞬间，两个少年的目光也怔了一下，仿佛还以为自己看到了仙子。你们那里有什么食物？有的，我们这儿还有肉干、面饼，都是采购的，还都新鲜着呢。对，我们还有酒水，而且刚才还打了一只野鸡，我等会儿再去抓一条鱼。萧杰眉眼却微凉下来，陆雪云见两师兄这般殷勤，眉头轻灵起来。在下二位弟子冒昧了，不过既然有缘相遇，那一起休息休息也算是缘分。那便叨扰了。销魂下了马车，牵着马车跟着他们在前面不远处把马车停在原地，然后他拍拍马儿，凑到他耳边小声的威胁：给小爷乖乖待着，不然小爷把你吃的骨头都不剩。马儿一阵哆嗦，4条腿都在打颤。小魂满意的笑了笑，然后转身就去找三三了。主人，你看我刚抓来的，你想吃什么？师兄，这些不是玄黄级的灵兽魔兽吗？长者林志眼珠子也瞪大起来，这小少年什么来路啊？这种兽类，即便是神魂期的修行者猎杀一只也要费很大的劲儿，可他却能随便杀。萧杰在这些动物尸体里挑出2只出来，小魂就把剩下的直接扔给了旁边的人。喏，我主人不要的。林志等人无语。公子，这是我们的食物，先前师兄那边说了要与公子和姑娘同享，还请公子莫要客气。多谢，放下吧。淡淡的口吻和语气让陆云雪心中多少有点不甘心，不知是突然哪根筋抽了，一时半会儿的竟没动，而是看着认真烤肉的萧杰出神。给我吧。哦，这些东西我来拿便好。好。姑娘请回。说完便转身。我见你不太愿意走，你是想要吃子期烤的肉吗？陆云雪怔在原地，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姑娘误会了，陆师妹随我一路来，也没遇到什么外人，所以一时有点热情。反正他也是随便问问，见这个女人在子期面前站那么久，还以为她也看上了子期的烤肉呢。敢问公子和姑娘，这是要去黄泉镇吗？莫非几位也是要去黄泉镇？不错，我们乃灵界圣天宗的弟子，这次前来虽说是因黄泉镇而来，但实际上也不过是来历练罢了，带他们长长见识。你们有法宝？他这么一问，林志几人也都没有吭声说话了。放心，我对你们的法宝没兴趣。是的，是有穿越位面的法宝，而且因为我们提前吃了丹药，所以也没有那么强的位面反噬作用，在穿越过来之后也很快恢复了。林志瞪了他一眼，示意他别乱说话。洛风也意识到自己说多了，马上也闭嘴不说了。萧杰倒是对这几人多了几分警惕。二位莫要见怪，其实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这3位弟子很是得我们宗门看重，因此特意派我出来，带着他们来黄泉冥界历练。而且想必二位应当也听说了，近年来听说在下位面中有一位年仅23岁的天才少年，资质逆天。1年前他来到灵界，短短时间内就越阶挑战了不少比他修为还要高的强者，所以现在年轻的修行者都在想方设法的出来历练，我们此行的目的也是如此。原来如此。天才少年？是啊，就是那个叫叶天的，据说才23岁，修为现在竟然已经逼近神魂期了。三三和萧杰神色都微动了一下。萧杰看向三三，他如果没记错的话，三三似乎有一个徒弟便是叫叶天。三三也想起来了，莫不是那个叫他师傅的男主？而这次黄泉镇上恐怕也不太平，灵宝现世，引起了不少人去争抢。二位若是要去的话，我等建议还是结伴同行。是啊，姑娘，不如我们结伴同行，我们也只是去见一下世面，对灵宝并无什么企图。不过若你们是为了灵宝而去的话，再说吧。秦三三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兴趣，舵锋才尴尬的点了下头，也不知道这位姑娘是不是性子便是清冷如丝，似乎也不太爱说话。这位姑娘看起来年纪也不算很小了吧，还需要公子如此这般的照料吗？莫不是这位姑娘身体不好？三三身体很好。既然姑娘身体很好，那何不自食其力？又不是没手没脚，何以金贵的事都要人照料？既然出来历练还这般娇气，看来姑娘还真是娇贵的不得了呢。因为懒。有我在，她不需要自食其力。陆云雪轻咬着下唇，眼底也隐下了一丝嫉妒。不知二位是从何处而来，也是从灵界来的吗？那敢问二位是哪个家族，或是哪个门派中人呢？萧杰淡笑了一下，并未回答。这人真是，咱们都说了，他们还藏什么呀？洛风示意他噤声，才安静下来。是夜，整个树林都陷入一片寂静之中。萧杰起身跨过眼前已熄灭的火堆，朝外面走。
有小魂在这里守着，他目前还算放心。陆云雪也睁开了眼睛，看到萧杰离开的背影，疑惑了一下，也朝着萧杰离开的方向跟上去了。不知姑娘找我做甚？小女子见公子出来走动，担心公子遇到什么意外，正好一时睡不着，所以便跟了出来。天色不早了，姑娘请回吧。萧杰说了一句，便继续往前走。公子跟那位姑娘是什么关系啊？是公子的妹妹吗？萧杰没有回答，但脚步却停下来了。公子，我就是随便问问。姑娘如此关心我家三三，莫非是对她有什么想法？前有冷红月一事，现在这个女人也一直在问他关于三三的事，他不得不怀疑这女人是不是对三三有什么企图。我就是随便问问，公子误会了。最好是这样。说完便转身走了。这个男人怎么这般冷漠？见萧杰往回走，暗恼了一下，也跟在他身后往回走。但没走几步，陆云雪便突然往前一扑。就在陆云雪以为自己会扑倒在萧杰身上的时候，手腕却突然被用力攥住了。姑娘没事吧？你们在做什么？三三，你怎么过来了？方才醒了一下，小魂说你出来了，我便也出来走走。你们在做什么呢？萧杰面色微变，立刻想要把手收回来解释，但陆云雪本就是前倾的姿势，趁着萧杰松开力道的功夫，身体又故意的往前倒过去。公子！三三突然抚了一下袖，原本前倾的陆清雪的身体立刻被一股力量拖住，强行往后仰过去了。他往后退了好几步才站稳在原地，差点就摔在地上。下一次站稳点。不好意思啊，刚刚确实没站稳，也幸好公子先前拉了我一把，所以才没有摔跤。经常摔跤站不稳的话，多半是下盘不稳，建议加强一下下盘的锻炼，扎马步是个好办法。说完，三三便转身从来时的方向走回去了。萧杰也跟在他身边随他离开。三三脚步突然停了一下，还有，不要总想着扑子气。虽然不知道这女人想做什么，但想扑子气他是看得出来的。再这般他是会生气的。在三三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萧杰也顿了一下，看向身边三三，神色有点说不出的古怪。陆云雪的脸一下变得更难看了，像是被发现了什么秘密一样，又羞又恼，咬紧了牙。我们走。好。说罢便牵着三三缓缓朝休息的地方走回去了。第二天天一亮，大家就准备开始启程。见萧杰和三三准备回马车。公子姑娘，你们要跟我们一同结伴去黄泉镇吗？不必了，我们不去黄泉镇，便就此别过吧。说完便在三三之后上了马车。可是不是说你们也是去黄泉镇的吗？他目光看向马车的方向，有点恋恋不舍。师兄，你该不会是看上那个小姑娘了吧？嘘，别乱说。那样的姑娘他可不敢有心思，只是就是单纯的想多看看罢了。小魂跳上马车，连鞭子都不用挥，马一声嘶鸣，便直接哒哒哒小跑了起来。他们走了。看来这三人并非冲着黄泉镇而去的，如此倒也好，毕竟有灵宝现世，若是起了歹心，也不是什么好事。毕竟这三人来路不明，身份神秘。这几人要去黄泉镇凑热闹，也不知有没有命回来。自古以来，凑热闹的人多少都会死伤过半，尤其是夺宝。贪欲本性，且欲望者甚多。主要是不自量力。乖乖所言甚是。若是有足够的实力，那做什么也都有自保的能力。可若是没有，那就看运气喽。我昨天出来转了一圈，便见到了这条路。从这条路走，应当可以直接绕过黄泉镇。不过三三为何要绕开黄泉镇走？正是因为知道三三并不想去黄泉镇，所以昨晚才会出去顺便探路。人多麻烦，夺宝的地方人很多，而且也许叶天会在那儿。你那徒儿，他的机缘应当在那个地方。若是我去了，说不定又把机缘给他抢走了。3年多以前，这个叫叶天的还在九州大陆，竟然在短短时间内就已经有能力到其他面位来了。正常的，毕竟他乃天命之人，即便实力不够，还有外挂来凑。萧杰轻拢了下眉，对三三说的词汇不是很理解。他异于常人也，不过看起来子期的资质是比他更好的。突如其来的夸奖让萧杰眉心微动了一下。是吗？是这样的。先前三三就发现了，无论是那个焚月灵根的玉竹，还是扬言灵根的叶天，资质上比起子期来都还是差了不少。黄泉水的尽头应该快要到了，我已经能闻到东海海水的味道了。快要到了，是多久？按照这匹马的行程，应该再过个5-6日吧。虽然这匹马跑得挺快的，但毕竟是4条腿在地上跑，而且这匹马已经被白魂吓得快跑不动了，已经都抑郁了。在太叔的书里，小魂的名字是他自己认证的，
因为小魂自己说自己叫白魂，所以在太叔这里，小魂就叫白魂了。抑郁？是啊，被吓得抑郁了。我看离死也不远了，不然下一次神女你收一个会飞的坐骑吧，这样赶路方便一些。不了，那样太吵了。如果要飞的话，下次路上抓一个会飞的苦力吧，飞完就放了。萧姐表示，33这个方法还真是粗暴的可爱。这倒是个好办法。在他们从另一条路出发的时候，此时的黄泉镇却是危机四伏。奇怪，我怎么有种感觉？什么？我感觉我师父好像也在这里。你那小师父？不可能，他来黄泉冥界干什么？而且他不是消失了吗？还不一定活着呢。我师父一定活着，那神庙想找我师父，肯定不怀好意，待我有朝一日变强，定要毁了那神庙。林老不想在这个时候插话了，反正只要说起他这个师父啊，叶天就开始无脑户。这小子真是个白眼狼，亏自己帮了他这么多。怎么了？有东西快要出事了，感觉好像有点熟悉呢。想要吗？不需要。程子君此时也在距离黄泉镇不远处观望。郡主，灵界那边传来消息，神界果然收到了黄泉冥界这里发生的事。据说神像被毁，众神动怒，冒犯了神之威严。如今神庙正在四处搜查毁坏神庙和神像之人，很快就会派出神境强者前来黄泉冥界。本座知道了，按照原计划，多给神庙找点麻烦，随时关注他们的动向。他现在开始怀疑阿直主人万年前陨落会不会和神庙有关。没想到在此地也能遇到子君阁下，不知该说是有缘呢，还是有缘呢？圆缺？我可没有听到方才说的话。关于秘密这种事，我可不爱听，所以阁下放心好了。程子君看了一眼下属，下属立刻会意退下。怎么，子君阁下也来凑热闹？碰巧，便来看看。巧了，在下也是碰巧。原来在下四处游历在找人，刚好找到了黄泉冥界，听说此处有宝物，便来看看了。找人？圆缺笑笑不语。怎么，子君阁下对此物有兴趣？这将要出世的也不知是什么宝贝，不过能将这些人吸引至此，恐怕也是个玄品以上的宝物。路过此地，便来看看热闹。子君阁下还记得几年前我们在九州大陆见到过的一个身边有着一个小娇女的女孩吗？记得。我最近发现神庙在找人，而所要找的人便是那个女孩，不知子君阁下有没有发现？是吗？近来我并未关注神庙的动静，你要找的人莫不是那女孩？反正无聊嘛。不知子君阁下是否还有听闻，有消息说这个女孩很有可能会是哪位仙神夺舍重生，因为这个传闻现在不仅仅是神庙在找她，不少其他势力也在找她。是吗？依我看，这不过是神庙放出来诓骗众人的把戏。毕竟如今太叔就在那孩子手中，本就足以引起各方争夺，再放出这个消息，那么会有更多的修行者去找他。毕竟据说当初那位仙神得罪的人可不少，想要找他复仇的人也不少。那丫头虽然是有点奇怪，修为也高深莫测，可那般呆呆傻傻的模样，又怎么可能会是被夺舍的？你的意思是神庙想要借刀杀人？子君阁下也感兴趣了？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那位除了仇人多，拥护者也不少。都是听来的八卦消息，子君阁下看来都当真了。毕竟万年前的事对我们来说未免也太遥远了。程子君不语，目光从黄泉镇收回来，转身几步便消失在这个地方。今日程子君好像有点奇怪啊，莫非是因为那个小丫头？有意思。小魂用力拍了一下马头，拍了2下，看马儿没动静。主人，他不跑了，我能把它吃了吗？萧杰和33从马车上下来了，小魂担心33以为是自己驾不走马车了，生气的突然对马儿发出一声噬魂兽凶狠的嘶吼，顿时整个领域兽类全部四散逃离，离得近一点的兽魂全被吸入小魂的身体中，高大的马身直挺挺的倒地，当场暴毙。主人，他不走了，可跟我没关系，我让他走了，他不听我的，一下就吓死了。还好下来的早。不早点下来，他们估计就要被摔下来了。主人，你说他为什么不走啊？我都那么吓他好几次了都不走。就是被你吓死的。是吗？可是我不吓他，他不会跑啊。笨蛋，马是要拿鞭子抽的，又不是用来吓的。你怎么不早说？太叔不说话了。罢了，全当下来走走，散散步。33也点点头。主人，等下我去重新抓一只坐骑，你要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要是臭蛇在就好了，它可以飞，就不用这么麻烦了。无碍，正好坐马车坐久了也有点乏，走走片刻便飞过去吧。小魂见主人没有责怪自己，立马笑起来，然后化作幼兽态跳上33的肩膀。突然萧杰和33都同时停下脚步，看向黄泉镇的方向。强大的能量波动在空中倾散，空气也飘来一股浓重的血腥味儿。看来那边应当打起来了，而且现世的似乎是一个天界的灵宝。奇怪。怎么？ 33手中突然出现了破天，他看了看自己手中的破天，
又抬头看向了散发着紫光的方向。三三记得当初被小川拽入冰潭的时候，对陨铁的感应和现在的感觉是一样的，而制造破天的陨铁便是当初他陨落之时从空间中散落的残块。就在此时，有脚步声朝他们跑过来。咦，这几个人不是前2天遇到的吗？萧公子，白姑娘，是你们？你们怎么会在这里？我们从此地过，自然便在这里。我们是从黄泉镇过来的。灵宝现世，出现了一大片死亡领域，很多修行者为了争夺灵宝大打出手，都被困在了那个小镇里。我们原本是想去看看，但没想到刚到黄泉镇外面就受到了死亡领域的影响，差点也被困进去。察觉到危险，我们便一路往东跑过来了。闭嘴！是说萧公子和白姑娘不是什么坏人，若是不告诉他们，万一他们也误入黄泉镇，被困在其中，岂不是很危险？施主，师兄说的对，萧公子和白姑娘不像是坏人，而且他们的目的也不是去黄泉镇。对了，白姑娘，你们的马车呢？死了。姑娘，你们这是要去往那个方向？现在黄泉镇十分危险，若你们要前行，一定要避开黄泉镇附近的领域，以免伤及无辜。姑娘还记得上次在家说的那个天才少年叶天吗？他也在其中，看样子也是凶多吉少，怕是出不来了。白姑娘，你们此行是要往东方是吗？正巧我们也是，不如我们结伴同。他的话还没说完，三三的小手便攥住了萧杰的衣裳，萧杰大手直接搂住三三的腰，一阵风刮过，便朝着他们来时的方向飞掠过去了。当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立刻转身，可视线中却已经没有了他们2人的身影。师兄，他们此去的方向就是黄泉镇呢。他们不是说不去那儿吗？谁知道那个地方现在这么危险，去了也是送死。你们有没有发现，刚刚那个白姑娘肩膀上突然多了一只黑色的小兽？说起来，我也发现了，好像之前没看到白姑娘身上带有兽宠啊。也不知道他们此去是凶是吉。修行者中没几个会对灵宝没兴趣，他们去必然是冲着灵宝去的。不要随便被别人几句话便蒙蔽了双眼。虽然这2人仪表不凡，可修行者总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免得哪天被人杀了都不知道为什么。黄泉镇连大时期强者都能困住，只怕他们去了也是送死。片刻的功夫，萧杰已抱着三三飞落在黄泉镇之外，而此时的黄泉镇外面已弥漫出一片死亡领域。是因为叶天？不，我不担心他。三三自然是不担心叶天的，也不是完全因为叶天而过来，而且他觉得这次的宝贝可能和自己有点关系。在这个原因的牵扯下，再加上叶天遇险，所以三三才会过来看看。鬼域，太叔，怎么回事？根据书上记载，黄泉镇本身便是一个怨魂聚集之地，是整个黄泉冥界的最黑暗的地方。在黄泉冥界分裂出来的初期，这里曾爆发过一场战争，镇上的人全都死了。后来这里就成了一个焚尸地，附近所有的尸体都会运到这里来焚烧。再后来，这里曾有人移居过来，在黄泉镇生活。不过没过多久，黄泉镇上的所有人都死光了，又成了一座死镇。也就是说，这里是一个古战场、焚尸场、乱葬岗，所以阴气集中，古老的血腥和怨魂能凝聚四方的凶煞之气，只要感应到有活人的靠近，就会把人困进去的。这种凶煞之气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神境之下的强者。这里有什么东西？天阶以上的灵宝在出世之前，我是不知道是什么的，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有灵了，会隐藏自己的过去，而我又不是道书，不能预测。不过他已经出世了，所以我已经知道是什么了。是什么？是一把破伞。破伞？要进去吗？既然已经来了，飞回去也麻烦，那便从这里穿过去吧。而当他们一没入黄泉镇，很快便被笼罩着的迷雾和黑暗淹没。他们身边出现惨白撕裂的人脸，不断地朝他们扑来逼近，发出一声声污名哀嚎，凄厉的叫声听得人头皮发麻。销魂冲着他们咆哮了一声，那些惨白的人脸便立刻退散开来了。萧杰手中一动，陨星剑便顷刻发出一道寒芒，凛冽的剑气在前方立刻劈开了一条路，他们便顺着这条路前行。三三指尖捏了个诀，袖子一挥，那些残魂碎片瞬间便消失了，周围也恢复了平静。吵死了！萧杰唇角轻扬了一下，但握着三三的那只手却更紧了。而此时黄泉镇的中心，血腥味弥漫，尸横遍地。为争夺宝物，每个人都将对方视为仇敌，但有一个人此时却是所有人的公敌。叶天看着出现在自己手中的那把金属的铁伞，他皱紧了眉，这玩意儿到底是怎么到自己手中的？叶天的脑袋也越发头疼欲裂了，手中的那把铁伞也在发出阵阵的紫光。脑海中也出现了另一股杀意，不断地在占据着他的意识。是那些怨魂，是他们在入侵他的身体。在他手上，那东西在他手里。他们挥舞着武器朝叶天杀过来。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我的意志只属于我自己。他的眼角仿佛有血光溢散，散发出可怖的凶光。
厮杀声在迷雾中和凄厉的哭嚎声混杂在一起。三三突然停了下脚步，萧杰拉了一下手，发现三三没动，才转过身。而他这一转身，差点吓了一跳，在三三身后竟跟了一个5、6岁的女童。陪我玩。小魂想张嘴，但却被三三眼神安抚了下，这才暂时安静。陪我玩。萧杰目光冰冷，允心见已经做好了出鞘的准备。你想我陪你玩什么？想玩躲猫猫，姐姐陪我玩躲猫猫。不要。你不陪我玩吗？不。你不陪我玩，我就吃了你。三三，吃糖吗？拿着糖去一边玩去。糖？女童小心翼翼地将三三手中那颗棒棒糖拿过来，然后好奇地研究了起来。拿到糖果的女童竟当真不缠着三三了，而是拿着棒棒糖在原地自己玩起来了，然后乐呵呵的屋子跑开了。我们走。那是凶魂。小凶魂。传闻中鬼域所形成的凶魂极其凶险，但凡遇到都会丧命，他们会攻击所有进入领域之人。为何他方才没有攻击我们呢？有个成语叫因人而异，不同的生命性情也会大不相同。凶魂本就乃是生命死后残魂破碎所化，自然也有因魂而异这一说。不同的凶魂性情不同，攻击弑杀虽是本能，不过嘛，每个凶魂所形成的意识是固定而且不断在重复的，而且各有不同。刚刚那个凶魂在神女面前也许便是一物降一物吧。而且此地对我们来说并不会有危险，小魂和我们在一起，噬魂兽和鬼域凶魂乃食物链，吃与被吃的关系是天敌。噬魂兽以噬魂为生，吞噬的灵魂越多，力量越强。只是因为小魂跟在我身边已久，虽有吞噬灵魂本能，但依然以此为食。但他已经有道心，即便不以此为食，亦不会被凶兽本性所控。消极了然，小魂仿佛知道了自己被夸奖了一样，马上骄傲地抬起了小脑袋。主人，要把这里的凶兽都吃光光吗？这里的凶魂吃了不好，凶煞之气太重，反而会与你本身的凶煞气所冲撞。哦，那我就不吃了。突然萧杰停下，小心！一道紫光突然从前方迷雾中破空而来，兵刃相接，可那飞来的东西突然像跟允心较上劲儿了一样，不断的交战。萧杰把三三的手放下，低声说：乖乖，给够。等等。伞？莫非这就是太叔口中的小破伞？三三看着空中不停旋转，还冲着允心发出阵阵挑衅声的破伞，而允心也仿佛回应般，在萧杰手中不断地颤动着，想要从他手中飞出去。萧杰目光沉凝，允心从来不会这样，像是不受控制的非要上去跟这个破伞较量。怎么会这样？突然那把伞在空中停止了转动，猛地冲着三三的方向冲过去。萧杰脸色一变，在那把伞冲过来的瞬间，挥剑便已阻止了那把伞的靠近。伞猛地飞出去，被击飞出去的，但萧杰也被那大力震得往后退了2步，允心也在颤鸣。而那把伞在站稳之后，又一次向三三冲过来。三三一只手抬了一下，紫气。三三拦住了他。萧杰皱眉，还未反应过来，那把伞已经化作一道紫光，直接飞入了三三手中。原来是你。这把伞便是这个地方出世的灵宝吗？三三轻点了下头。没想到这把伞竟然还在，我还以为它早残破，被空间之力焚毁了。你们认识？三三轻轻嗯了一声。他刚刚被人握过。前方有人在打架。两人相视一眼，旋即朝着前方的血雾中缓缓前行。叶天往后倒飞出去，砰的一声砸向地面。此时的叶天已浑身是血，多处重伤，在地上连滚一圈的力气都没有了。臭小子，去死吧！难道他叶天今日便要殒命在此了吗？他迷迷糊糊中听到一阵接连响起的惨叫声，周围的那种让他全身颤抖的压迫感也在渐渐的消失。一双白色的绣花鞋停在他身边，隐约间他看见了垂击摇曳的白色裙裾，缓缓的一步一步的朝他走来。师父。最后的声音还没有完全发出，眼前已一片昏黑，陷入了黑暗。萧杰手握沾满血的允心缓缓走过来。叶天，此地不宜久留，带他出去吧。叶天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全身仿如置身在一处极其舒服清凉的清晨，舒服极了。他缓缓睁开眼。我不是在黄泉冥界吗？他艰难地爬起身。既然醒了，那便洗把脸，可以出来了。师父。然后立马蹲下用水洗把脸，刚洗完脸便又觉得一阵风刮过，脑袋也晕了一下。
再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眼前又是另外一幅完全不一样的场景了。昏暗的天空，还有空气中传来的死亡的味道，这是黄泉冥界的天。醒了？看样子是醒了。师傅！叶天激动的一下要爬起来，可身体却突然被人一脚踩下来。你做什么？再这么弹起来，骨头再断了，伤势复发，可就没那么多丹药来给你疗伤了。叶天这才知道眼前这男人是为了自己好，冒犯了。然后没有像方才那么激动的起来了，而是撑着手慢慢的让自己起来，艰难的坐在原地。师傅。三三轻嗯了一声，然后继续看着火堆上的小炉子。师傅，又是您救了徒儿，是您将我从黄泉镇带出来的。眼神中的崇拜和敬畏毫不掩饰。师傅长大了。师傅，这位是？这是子气。我姓萧，萧杰，你是九州人。萧杰也没解释，只是淡淡嗯了一声。叶天突然反应过来，他想起来了，当初在九州的时候，他便听闻过夏朝有战无不胜的战王殿下，便叫萧杰，且此人和师父有婚约，莫非就是眼前这个男人？你是师爹？听到这两个字啊，萧杰眼神光突然亮了一下。叶天也明显感觉到这个时候这个男人看向自己的眼神比方才和善多了。师傅。师爹？他叫你师傅，叫我师爹也是应当的。师傅，我刚刚醒来的时候好像不是在这儿啊，那是什么地方？怎么跟这里不太一样？还有，我们是怎么从黄泉镇里出来的？你之前所在的地方是我所炼化的灵智空间，我们是从黄泉镇出来的。灵智空间？空间需要个人炼化，空间的属性也因人而异，各有不同。空间可纳万物，也可供生灵栖息。你先前受伤昏迷，为图方便，我便将你放入了空间里，而且空间灵气浓郁，也有助于你自我疗伤。原来如此，以后你也会有的，只是时间问题。你莫要着急，以后你会越来越强大的。是，师傅。你的那个魂体呢？在黄泉镇上的时候，他被凶魂所伤，已经昏死过去了。他乃魂体，在这种地方被伤到也正常。不过既然在你体内，那便不会有多大的事儿。叶天点点头，但还是有点担心。对了，师傅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路过。徒儿也是机缘巧合才来到此地。其实他是被一路追杀至此的，不过并没有将此事说出来，害怕师傅会担心。黄泉镇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师傅，是爹，又是怎么出来的？太叔。三三唤了一声，还是让本叔来告诉你黄泉镇的来历吧。萧杰眉梢微动，三三还真是物尽其用啊。他汤匙轻轻搅动了一下碗里盛好的汤，递到了三三的面前。于是在叶天听太叔说的时候，三三和萧杰二人便自顾自吃起来了。原来是这样。原来黄泉镇的来历如此，本身便是一个充满了杀戮和怨魂的地方，所以才会产生如此的鬼域。所以呢，但凡有魂之人进入黄泉镇，都会被此地凶魂所侵蚀，腐蚀掉原本的魂魄，而变成行尸走肉。难怪那些要杀我的人，那个时候会变成那个样子。饿了吗？先吃点东西吧。是，师傅。他端起萧杰放在自己面前的那个小碗，也开始吃起来。叶天吃东西的间隙之中，抬起头看了一眼黄泉镇的方向，眼中也浮现出一丝恨意凶光。你有仇人在那里吗？师傅要往哪里去？去鲛人族。鲛人族？鲛国不是在九州吗？同宗，九州大陆的鲛国乃真正鲛人族的分支一脉。叶天点点头，算是明白了。就在这时，他目光突然落到了三三的手中。这不是那把先前飞到他手中的小破伞吗？而且这把破伞就是此次来这个地方所有修行者想要争夺的宝贝。在他被那些修行者追杀的时候，这把伞却突然飞走了，没想到竟会出现在师傅这儿。你先前是不是握过它？之前不知是怎么回事，他突然便落到我的手中，还引来了不少人的追杀。你可知这是何物？我只知道这是个天阶灵宝，不过看上去是把破伞，也不知道有什么用。这把伞原名为琉璃伞，它是一把以天外玄铁锻造的古伞。古伞？就在这个时候，三三手动了一下，他掌心里的伞上的那层黑色忽然像是被风吹散了一样，整把伞也褪去黑色，变成了玉白色。变成玉白色的琉璃伞宛如褪去了灰尘般，瞬间变得光鲜亮丽。虽然依然破损，可整把伞却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流光。玄铁为基，溶于白骨，而白骨乃是上古战场中所遗留的残骸断骨，拥有着是无尽的煞气以及上古强者之威势。陨落的强者，即便是一根头发丝，亦有强大的精神和意念遗留，更遑论是骨。所以
这把鼓本身便有着不同于寻常法宝的强大之处以及嗜杀凶性。在三三的记忆中，三三是在成神之后，为了弄把趁手的兵器，便顺手拿起了一片古战场中的残骨，融到了锻造武器的炉子中，所以才有了琉璃伞的出世。如今它虽已经破损，且威力也远远不如从前，但它却可以修复升级，直到达到从前巅峰时期，甚至更强。也就是说，这是一样顶级装备，现在损坏了，但却需要修复和升级，威力也会随着修复和升级变得越来越强。他用游戏里的那一套理论来给自己解释了一遍。是这样。咦，师傅，你听得懂？师傅，你小杰奇怪地看着叶天。您知道游戏装备？知道。那您莫非也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不是，三三本身便属于这个体系，所以不算来自另一个世界。师傅，您看着啊。他开始做纸比划。大哥好啊，我系家家辉，系兄弟就来砍我。怎么样，师傅，熟悉不？您听过吗？小杰平眉，这小子莫不是有点大病？师傅，奇变偶不变。后面一句你想做什么？强大的威压朝叶天逼过去，叶天突然心中震了一下，捂了一下胸口，脊背发寒。符号看象限，但我也不算是你老乡，你的世界我或许去过，但并非当地人，不过你也可以把我当作你老乡。话说回来，这个琉璃伞你想要吗？不，既然到了师傅手里，那便是师傅的了。小杰看着叶天，观察半晌之后，目光才看向了三三。这一次他对叶天的品性倒是高看几分。如今我已经有趁手的武器了，这把伞你便拿着。师傅，此伞名为琉璃伞，日后能发挥出多大的威力，便看你自己了。可是给你，你便拿着。叶天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从三三手中将琉璃伞拿过来。可在他突然接触到琉璃伞的时候，琉璃伞却突然发出一道白光，叶天的手停在原处。他只是现在有点不满，以后便好了。天阶的武器都有器灵，有自己的意识，琉璃伞也是有的。若要真正让他为你所用，发挥出他真正的实力，需要他认同你，而你需要征服他，如此你们之间才能真正契合。我明白了，师傅。他把手放下去，终于将琉璃伞拿起来了。在拿起来的瞬间，琉璃伞周身都散发出通体的白光，尤其是叶天所握的位置，现在灼热无比。但是叶天并没有松开手，而是更加握紧在了手中。在他握住之后，滚烫灼热的感觉才渐渐消失，伞也恢复了之前的样子。以后他便是你的了。徒儿多谢师傅。吃完之后我们便上路。好。师傅要走了吗？我可以跟师傅一起吗？不可以，师爹分明就是不想让我跟着师傅吧。我们还有要事要办，你跟着我们做甚？你有你的事，我也有我的事，这次相遇也是偶然，男孩子总还是要以事业为主的。小杰摸了下鼻梁，仿佛三三这话在内涵他一般。所以我们不宜同行。三三最后得出结论，叶天是有事业线的，他不能把人家给拐弯拐跑了。三三现在算是明白了，有可能在阴差阳错之下，叶天的卦已经变成了自己。叶天要死的时候被高人所救，而那个高人就是自己。叶天眼里浮现出一丝失落，在他们起身的时候，突然响起了一阵女孩的声音：叶天！远处的少女飞身落过来。叶天，真的是你啊！我就知道你会来这里，被我发现了吧？叶天面露尴尬，想把手拿出来，但却被女孩紧紧地攥着。你女朋友？叶天，她是谁？师傅，师爹，这是灵儿，是我红粉知己。叶天尴尬地挠了挠头，也不否认。灵儿，这是我师傅，这是师爹。师傅，师爹，刚刚是灵儿莽撞了，冲撞了师傅师爹，是灵儿的不是。你的小女朋友很可爱，谢谢师傅。叶天也笑了一下，只是眼底隐去一丝什么。叶天，师爹，你师傅颇喜欢这孩子，你可不要辜负他。灵儿闻言害羞往叶天身边靠了靠，偶尔会微抬一下目光看向三三，眼中也满是敬慕和喜欢。我知道，徒儿断不会做背信弃义之事。三三点头，旋即准备转身离开了。对了，若你要回黄泉镇，那镇子里有一个小女孩，若是她让你陪她玩，你便好好陪她玩，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小女孩？也许会触发剧情，获得隐藏奖励。师傅，我懂了，您的意思是那女孩可能是隐藏剧情的 NPC？ 孺子可教也。萧杰虽不知三三和叶天在打什么哑谜，但这个时候的他很是聪明机智的没有问，一问不就在叶天面前暴露他不知道吗？岂不是让他这个师爹很没面子？等到私底下的时候再问一问三三，想必这应该是他们从前所处的一个世界的家乡话，所以他才听不太懂。师傅，我明白了。
原来师傅是把这些地方当成打游戏的副本通关啊！他怎么早没想到？若是这么去理解思考的话，那一切都似乎变得轻松得多了。就当作是玩一场游戏，又有什么得失可计较的呢？难怪师傅能如此通透，师傅的心态都远远不是他能比的。时候不早了，该做什么便做什么去。是师爹，徒儿拜别师傅。师爹，拜别师傅，师爹。等等。叶天疑惑看向萧杰，却突然从萧杰手中飞来一样什么东西，是一张羊皮卷。这是见面礼。三三也好奇地看向了那张羊皮卷，竟然是天阶武技。叶天也能感觉到从羊皮卷上所传来的高阶的气息。多谢师爹。这一次可比先前更多了一丝尊敬和感激了。萧杰只是点了下头，没说什么。不爽归不爽，三三的徒弟他总是要爱屋及乌的。那我们走。说完，在三三转身的时候，身子便已经被搂起来。萧杰长袖将三三卷进怀里，脚尖一点，便抱着怀中的人飞离了此地。小子，可莫要让你师父失望。叶天，师傅师爹他们去哪儿啊？去办他们要办的事情去了。那你去哪儿？去办我要办的事。叶天说出这几个字的时候，杀意也一点点显露出来了。你不用跟着我，很危险。危险，我也要跟你在一起。叶天停顿了一下脚步，看着挽着自己手臂的那只手，勾唇笑了一下，可忽然又想到了什么。若是师傅那性子和那样强大的实力，是绝不会这般的。一想到这儿，他立刻将这种想法赶出脑海。他怎么能有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你所赠予叶天的是天阶武技。乃雷火圣旨的修炼功法，曾是我师父传给我的武技，心法我早已学会，留着也是无用，不如送给他了。听起来好像你师父有很多宝贝。想要宝贝？不要宝贝。三三轻声一语，迷迷糊糊中，他好像听到有人在叫他。阿直，阿直。三三缓缓睁开眼睛，而眼前只是一道模糊的白光，这样的光让他根本无法将眼睛睁开，但能看到一个很模糊的人影。老师。阿直，你又调皮了。老师。三三。子气。做梦了。三三懵懵地看着萧杰，然后点点头。那便歇息一下，很快就要到黄泉尽头了，不急于一时。三三方才在喊老师，三三有老师？老师？我不记得了，也许有吧。对了，三三先前和叶天所说的 NPC 隐藏剧情是什么意思？这个，以前有个地方叫做现代。三三一边走一边跟着萧杰说起了关于他在另一个世界的事情。灵界，你来了，楚尘。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吞噬了我魂魄的男人为什么会这么强？是不是你搞的鬼？越来越没大没小了，楚尘。比起你从前，也越来越不如了。抱歉，老师，是我的不对。老师，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那个小子会那么强。我的残魂碎片我已经感觉不到了。还有，您也教过他吧？教过他又如何？所以您当真教过他？我教你，亦或是教他，都只是因为我不想让他端端浪费一颗心罢了。你有楚尘的灵魂，承袭了他的记忆，并以楚尘的魂魄吞噬了这个身体本身的元魂，成为了现在的你。而他却恰恰相反，吞噬的是属于楚尘的灵魂。你们如今是两个人，且灵魂完整。老师的意思，也就是说，他和我没有半点关系。不错，可是既然您知道，您为什么还要教他？他比你聪明，就像是当年的他一样。可您应该知道，他会是我的敌人。但不会是他的敌人。允星以认他为主，那是因为允星将他误认为是我。您教他，难道不是因为我的魂魄在他体内吗？既然如此，可您怎么能允许他将我的魂魄吞噬？在他说完这句话之后，顿时整个人的灵魂都仿佛抽了一下，恐惧顷刻侵蚀他的每一处感官。他看着越发朝自己逼近的模糊身影，努力克制着身体的发抖，压着自己的声音。老师，楚尘，你的话太多了。我救你只是因为他不想让你死。现在的你或许应该重新审视一下你自己，还值不值得拥有他的心。在楚尘紧领着眉的时候，那道身影已经从他身边缓缓擦过了。我允许你的无礼是看在他的份上，你要有点自知之明。在那句话最后一个字的余音消散后，那道身影也消失了。黄泉冥界，他们应该已经快要遇到鬼船了吧？看来我也要去一趟黄泉尽头了。城主，您去哪儿？找一个人，在本城主回来之前，镇守好无双城，守好黄泉。是。而此时，三三和萧杰一边闲聊走着，已经来到黄泉尽头了。那把伞曾是三三之物。曾经是我的本命法宝。听你所言，那把伞既是如此神兵，又曾是你的本命之物，赠与叶天，终是有点可惜。
我寄给他，那便是他的了。更何况破天并不比琉璃差，破天是这一世跟着我的，那这一世我便会一直带着他，如同允心、琉璃伞一样，都曾跟过我一段时期。那时我也一直带着他们。破天和琉璃伞所用的锻造材料是一样的，只是没有强者白骨和长时间的血性浸染，而破天是没有品阶的，我多强他便多强。听闻三三的话，空间中的破天似有所感，发出阵阵狰鸣。破天刀魂在渐渐的形成了，更何况伞也用腻了，用刀砍人还是很方便的。只要是乖乖喜欢便好。破天没有品阶，也就意味着他有无限潜能，不断升级。是这个意思。大多数法宝都有固定品阶的，但是破天没有。至于能升级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陨星也是很强的，陨星是我凡人时期所造，早早便形成了剑灵，又沾染过无数的鲜血，虽不是神兵，却有破神破魔之力。而武器一旦有灵，究竟能发挥出什么样的威力，便看其拥有者能有多大的实力。而且现在的陨星也已经不是从前的陨星了。在他们二人说话间，便已走到了界碑之处，黄泉尽头。原来这便是黄泉之境。小魂也好奇地出现在三三的肩膀，盯着眼前波澜壮阔的场景，瞪大了眼睛。这里便是通向东海之底无尽归墟的地方，亦可以通向九幽之中其他的地方。主人，你看，是鬼船，也被称为孟婆船。乘坐此船，便可穿越尽头，去到无尽归墟。那船上有没有什么危险？我不是说过吗？传说但凡是共同踏足上这艘船上的人，便会形同陌路，甚至相互残杀。但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毕竟人家又没有上过，所以没有收录。切，我还以为你什么都知道。哼，人家本来什么都知道。也就是说，太书可以随时更新收录的内容。是的呀，人家当然可以更新了，人家是书嘛。一个人从前会发生什么事，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在变化，所以书中的内容也会一直更新。比如神女的过去就更新到黄泉冥界的尽头了。如此，那我以后要多说一些名人名言了。萧杰嘴角忍不住勾起来。好呀好呀，人家最喜欢收录名人名言了。萧杰突然好奇起来，太叔这么傻，也不知道那道书和皇书会是什么样。随着通体黝黑的鬼船越来越近，那般诡异的气息也越来越浓郁之时，那种诡异的压迫感也随之而来。萧杰的神色也开始变得凝重了起来。伸手。萧杰看到三三的手背上似乎出现了一个什么圆形的印，萧杰的掌心也一阵灼热。当三三把手挪开之后，那圆形的印记闪烁了一下便消失了，萧杰的掌心也恢复原样了。这是羁绊。就在此时，一阵阴风刮过来，他们眼前也骤然翻起了惊涛骇浪。在另外几个方向同时出现了差不多有10几个着装各异的修行者，他们不言不语，目光只是盯着前面的鬼船。各位可是要上船，鬼船不等人，错过了我可要走了。其余修行者纷纷飞身穿过翻滚的浪涛，上了黑色的大船。我们也走吧。他拦腰将三三抱在怀里，脚尖一点便飞身穿过浪涛，落于鬼船甲板之上。小子，你们要去哪里啊？有一个靠着船边的修行者问萧杰，萧杰没有回答，只是看了他一眼。切，年纪轻轻的倒是挺狂，见着前辈也不知道礼貌。年纪大就少说话，免得被打掉大牙。萧杰抬手轻摸了下三三的发，示意三三不需要开口。小丫头，这儿可不是你的金丝笼，是你可以口出狂言的地方。萧杰安抚三三的手也停下来了。一阵老妪的咳嗽声打断了他们的话。各位可要坐稳了，马上就要起航了，记住，乘坐此船万万不可回头，否则万骨枯散魂没。各位船客要渡界了，各位还请坐稳了，记住老婆子我说的话，万万不可回头看呐。三三站在船边，目光看着旁边的水面。你在看什么？水面里枯骨人皮随着浪到处的漂浮，水底之下更仿若有无数恶鬼想要挣脱冲出来，场面惊骇无比，让人生理不适。不怕吗？还好，见多了自然便不怕了。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一阵惨叫从他们后方响起。想死的话就回头看吧。那小子是耐不住好奇心，回头看了一眼，便被后方水里追来的恶鬼们拖了出去。他已经回不来了，别让那些恶鬼们看到你们的脸。闻言，其他人即便听到惨叫，也根本不敢回头看。真正的危险还在后面呢。不能回头。
萧杰听到三三说这句话，便有不好的预感。果然，三三在说完这几个字之后，便缓缓地转身看向了身后。在三三转身的一瞬间，后面水中的恶鬼突然全都涌向了他，从虚空中探出森白的骨爪来抓他。三三，萧杰也转过身，当即便看到无数水中恶鬼探出头，自寻死路。在那些恶鬼厉叫着冲上来的时候，三三肩膀上的小魂也冲着他们嘶吼。那些恶鬼顿时脸上都露出了惊恐之色，根本不敢靠前。可却因为小魂目前还不是成年期，所以并不能给他们造成完全的威吓。在退去片刻之后，便又冲上来了。萧杰正要动剑，但三三却把破天拿出来，手中捏诀，便将破天祭出，顿时破天便飞出去了。三三双手结印，低声念道：“地破佛印。”旋即一道佛印便随着破天而去。梵音过境，长刀破魔。金色的佛印让所有的恶鬼都面目狰狞，互相撕扯。很快，方才靠近的恶鬼顷刻之间便消散于无踪。难得有这种东西，也该让破天试试了。万物相生相克，地破佛印便是专克这种东西。改日我教你。我会。只是方才一瞬间他没想起来，也不知地破佛印原来有这种用法。师父所说。那你师父很厉害。而在他们说话往回走的时候，却让其余修行者脸上都露出了震惊。他们竟然没有死，这不是应该死了吗？他们没有回头，所以根本不知道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回头根本没事？竟是地破佛印。其中一个修行者耐不住回了一下头，可一转身，当那张脸暴露在后方的时候，瞬间便被恶鬼扑上来了。三三捏了个诀，斧袖扇出一道金色的气劲，这道气劲顷刻之间便将这个修行者拉回来，后方的恶鬼潮也退下去了。多谢姑娘救命之恩。顺手。那修行者愣了一下，但还是充满了感激。萧杰瞥了一眼那人，便牵着三三到了前边去。他们找了一个位置坐下，准备休息。这一次，船上的人再也不敢小看这两个人。驱帆3000里，万鬼锁出门。婆子我说了，万鬼出，三魂没，要自己送死，婆子我也拦不住呀。而渐渐的，顺着船的黑暗中摇摇晃晃，所有人也都开始昏沉起来。一股奇特的味道也沁入了所有人的鼻翼中，黑色的雾开始掩盖住整艘船。萧杰察觉到不对，看向身边的三三，这个味道。突然从黑雾中传来一股血腥味，混杂着那股奇怪的味道里，让周围的味道变得更加的诡异起来。萧杰此时的脑海中也仿佛突然被定了一下，允星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他的手中。他缓缓地起身看向身边的三三，三三转过身看向他，目光只有漠然。子期，你走吧，你没有资格留在我身边。三三，初晨是我从前很重要的人，而你不过是他的影子，只有你离开了他才能回来，离开我身边，否则我会杀了你。你明明知道，我说过我不会离开你，我也说过除非我死。你想死，那我便成全你。那若是同归于尽，我们也算是在一起，是吗？妖族的图腾彻底显现，黑雾里的萧杰顿时变得鬼魅无比，妖气肆虐。他一步一步朝着三三走近，平日素来的温柔被凶光所替代。忽然，萧杰的手腕被一股凉凉的柔软所覆盖了。你怎么了？轻柔的声音传进他耳朵，他沉沉的意识仿佛在突然间被唤醒。方才你好像想杀我。这一句话像是晴天霹雳，顿时把萧杰给劈清醒了。他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手，我怎么可能？他怎么会想杀三三呢？愧疚感顿时淹没了他，他正在原地一动不动。你方才看到什么了？萧杰垂眸没有回答，幽深的目光是满是自责和难以置信。太叔说那是孟婆汤的味道，会侵袭人的意识，所以跟你无关，你莫要想太多。孟婆汤的味道会勾出每个人内心最肮脏也是最欲望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恰恰都是与同行者有关。三三虽然在那一刻感觉到了杀意，也并不生气，轻拽衣袖的动作让萧杰心微微放软下来，也浅浅地勾起了一丝弧度。见他笑，三三才轻扯了下嘴角，放心下来。但其实萧杰心中始终还是对此事耿耿于怀，无论是不是受到孟婆汤的影响，他都不应该有那样想要伤害三三的想法。是孟婆汤的味道勾出了他潜在内心最害怕也是最在意的事儿了吗？所以才能侵蚀他的心神，让他有那样的想法。可是
三三就没有受到影响，是因为三三的心中从来没有过阴暗的一面吧？对不起。没关系，子期不会伤害我。小杰心中微动，有了些许释然。他反握住三三的小手，沉声说：永远不会。而此时在他们所在的迷雾之外，其他的修行者也不知发生了什么，明明就在一艘船上，可他们却根本看不到其他人。莫不是那老妪故意害人？太叔说他只是摆渡人，在鬼船过境时会途经一处生有九幽之花之地，孟婆汤的味道会勾起人内心潜藏最重要的事情，或遗忘或执念，而九幽花则会勾起人心底最深处的欲望。在三三说的时候，小姐眼底隐下一丝什么，最深处的欲望。她想到了刚刚陷入迷障的时候那脑海中一闪而过的东西，目光变得幽深了。那个时候她真正想做的其实是另一件事儿，所以便会导致船上的人被蛊惑。至于其他人，我们也无需管，等到船走出这个地方便好了。至于能不能活下来，便看他们自己了。他看向出神的萧杰，疑惑的又扯了一下他的衣角。萧杰回神，方才想到别的事了。什么事？没什么。那是什么？鲜少见三三追问今日是怎么了。其实三三只是觉得子期有点怪怪的，所以才会多问。而这个时候，突然一道人影从黑雾中过来，竟然真的是噬魂兽。他伸出手就要冲着三三抓过来，却突然被一道剑气逼退。小子，我念你年纪轻轻便到了化劫期，也实属难得，不想杀了你，乖乖让开，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噬魂兽不能在一个小姑娘身上，这玩意儿会招来祸患。你一个小丫头根本控制不住这样一头凶兽。我看阁下是想要以此为借口杀人夺兽吧？胡说八道！以你们二人根本无法控制噬魂兽，为免落到歹人手中，你们最好将噬魂兽交出来。哦，不知阁下是如何看出我们无法控制噬魂兽的？小魂看着那男人的眼神也露出了一丝不屑和鄙视，他一下从三三的肩膀上跳到了萧杰的肩膀上，冲着那男人龇牙凶狠地低吼了一声。三三也缓缓地往前迈了一小步，淡淡地看着眼前的男人。噬魂兽可是上古凶兽，以你们两个小娃娃怎么可能控制住它？男人已经准备动手，他身上所产生的势也朝他们逼过来。化劫期大圆满，萧杰和三三一下感觉出了他的修为。阁下胡说八道的水平还真是不赖。懒得跟你们废话，此物万万不可留在你们手中。说罢便朝着萧杰发起了攻击，还不等萧杰动手，小魂已经朝他扑上去了。顿时整艘鬼船都剧烈的晃动，仿佛随时都要沉入水底，凶煞之气铺天盖地。男人即便是化劫期大圆满的修为也难以抵御，他出手想要逼退噬魂兽，可一股浓稠的黑气瞬间笼罩住了他，灵魂也仿佛在往外抽离，整个人变得面容扭曲。男人撕心裂肺的惨叫了一声，盯着噬魂兽有些不敢置信，他可是化劫期大圆满，怎么会这样？小魂沉睡修炼进阶的时候也不是白睡的。尖利的獠牙穿透那男人的身体，顿时鲜血喷溅，粗犷浑厚的声音响起：尔等渣渣还想从我主人手中抢我，你有什么资格？男人痛得面色扭曲，想要动手却连真气都提不起来。主人，我可以吃它吗？你真的竟真的能够控制它？噬魂兽早已认主，你以为你能带得走它吗？可是噬魂兽不是只有宿主吗？噬魂兽会弑主，又怎么会这么听话？那是你以为，原来是真的。若你不起贪念，我自会留你性命，但你方才杀心已动，所以我们杀你也是理所应当了。不！萧杰看了一眼小魂，小魂一口直接吃掉了那个修行者的脑袋，将他的魂魄彻底吞噬了。想要逃离的元魂也被小魂吞进了口中。殊不知躲在船舱背后的老妪一直在一处角落里看着，在三三身上停留了好一阵儿，然后转过身，佝偻着身子走向另外一边了。萧杰的目光也看过去，盯着方才那老妪所在的位置，虽然看不到，但他知道刚刚那个地方有人，而且视线在三三的身上。小姨，我早就发现这个家伙一直在盯着我看了，肯定不安好心，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而就在这个时候，黑雾渐渐的退去了，周围也逐渐变得明朗，九幽花的味道也消失了，一切都变得风平浪静。船上的其他人都好似经历了一场恶战，而甲板上也多了2具尸体，活下来的每个人脸上都有些惨白，神色看上去也仿如受到了重创般。清晰的浪涛声和突然出现在天上盘旋飞来飞去的海鸟，
才让所有人的心绪放平稳了不少。天亮了，黄泉之境，无尽归墟处，此处乃是东海之滨，东海之地，婆子我可就不带了。至于其余9幽之地，可随婆子我再走一程。无尽归墟在东海海底，鬼船不得渡，我们便只有自己下去了。萧杰点头，便带着33走到前方的船头，准备飞下船。二位且慢，请问有事吗？老婆子我见二位骨相奇特，所以便好奇唤住了。姑娘，这一次乘我的船，应当比上一次习惯多了吧？33看着他，在静默片刻之后，脑海中也浮现出了曾乘坐鬼船的画面。他坐在船头，手里拿着一根鱼竿，上面挂着一些腥肉，吊着水中的恶鬼玩。那时他身边还站着一个漂亮的小鲛人，美丽漂亮的女子也在后方看着，神情也颇为惊愕，而那年轻女子的容貌也渐渐和眼前这老妪的模样重叠了起来。是习惯多了，那便恭送姑娘和公子了。萧琪这才明白，这个老妪和33从前或许是相识的，他的态度有了一丝转变，也点了一下头。公子心里所想，只怕并没有那么容易实现呢。萧杰眉心轻凛，看着老妪的眼睛，而也在这一瞬间知道了他话里的意思。他心底微沉，可耳根却泛起了红。不过也有可能会实现呢。听闻此言，萧杰神色便更不自在了。告辞。老妪笑笑，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悠悠道：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他。我们直接下去吗？施法分出一条道通往海底之路即可。那多麻烦，还不如老夫带你们进去。臭蛇，你出来了。小川，怎么样？惊喜吧？阿芝，有没有觉得老夫又帅了一大圈啊？3人看着燕川这模样，颇有默契的齐声开口：胖了一圈。老夫这么一身光鲜亮丽，哪里胖了？进阶了。算你小子有眼光。老夫都说了，若是不进阶便不出来。这不是看着阿芝老大来到了无尽归墟了，怕阿芝大佬有危险，所以就提前出来了。若是一直不出来，也是极好的。嘿，你什么意思？小子气，老夫又不是打不过你，你信不信老夫？话还没说完，他就感觉到一股逼人的冷意。我什么都没说。是进阶了。怎么样？老夫不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东西没让老夫见着？是遇到一个漂亮姐姐。啊，真的？有多漂亮啊？在哪儿？黄泉冥界无双城冷红月。黄泉冥界无双城冷红月，这不是镇守黄泉冥界的君王吗？君王？是啊，9幽之地皆有君王，统治整个卫界，只是有的挂了个名号，并不统治，但实力却是君王级，并且镇守一方领域。冷红月就是镇守黄泉冥界的君王。嘿呀，老夫早就听说这冷红月是个大美人，可惜还没见过。他家中还豢养了不少男宠，若是你去得早，也许他家中还能住得下你。原来老夫听闻这冷红月是个吸食男人精气的女色魔，是真的呀？33和萧杰2人相视一眼，都沉默了片刻。你刚刚不是说你要带我们下去吗？你要如何带我们下去？小川本就乃水生之兽，可控水亦不惧于水，他变成坐骑便可直接带我们游下去。在33说完这句话的那一刻，燕川便飞身而起，瞬间化为了原形，变成了一条巨龙，盘旋于天。上来！小魂率先跳上去，萧杰也带着33飞身而上。站稳了，东海之底无尽归墟深有万丈，可别掉下去了。话毕，巨龙之身直接从空中飞入海水之中，顷刻之间便消失在了东海之滨。在他们深入海底之时，黄泉冥界的尽头，一袭红衣也飘然出现在了此地。在他停驻在此地之时，一艘鬼船也忽然出现在前方的水域中。冷红月见到那艘船出现，便直接朝那鬼船飞过去了。好久不见呢，梦姐姐。冷城主，好久不见。在他笑起来的时候，面貌和身体也在瞬间变得年轻。梦姐姐这么个漂亮娘子，偏偏喜欢用这般老妪的丑陋面貌示人，真是埋没了我梦姐姐的这副好皮呢。许久不见，冷城主还是这般没个正经。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冷城主驻守黄泉冥界多年，都未曾去9幽其他地方，今日莫非是想要跨界？不久前，梦姐姐应该搭载过2位容貌出众的一男一女吧？冷城主所说的是一个英俊无比的男子和一位身着白衣约莫13、14岁的少女吧？不错，
那2位是我朋友，那小姑娘可还是本座小媳妇儿呢。我的分身见过他们，那个女孩，你知道她的身份吗？身份？我可不管她是什么身份，本座只知道她是我小媳妇，而且还巨可爱。是很可爱，比起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还要可爱。这么说来，我小媳妇儿还是孟姐姐老熟人，算是吧。冷城主今日登我鬼船，莫非便只是来询问有人之事？实不相瞒，孟姐姐，红月此次前来有一事相询。你想问什么？这5万多年来，我过着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生活，也过得恣意潇洒，守着这一方冥界，倒也乐得逍遥自在，喝好喝的酒，睡好看的美人儿。可我知道，我忘了什么事。近些日子，我又好像想起了什么。每当我想到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头疼欲裂，发了疯一般的想要杀人。5万年前，我在你这里要了1碗孟婆汤，忘却了想要忘记的前尘往事。如今，我想要知道，你想要知道，你忘了什么？原本我想，既然是我找你要的孟婆汤，那自是我不愿留下的记忆，我又何苦自寻烦恼？可现在，那种痛苦不得不让我好奇，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更想知道，我找你要孟婆汤的时候，孟姐姐可还记得那时的我是何种心情？你应该知道，一旦喝下孟婆汤，前尘过往皆为云烟。你在我这儿要了孟婆汤，便已决心忘记前尘过往。我知道，孟姐姐，能把所知道的告诉我吗？我所知道的，便是5万年前你濒死之时，从幽都之处上了我的船。我将你救起之后，你便要了我1碗孟婆汤。那时，你已万念俱灰，然后我便将你送到了黄泉冥界。至于其他的事，我便不知晓了。冷红月看着前方，沉默不语。说起来，幽都在万年前已经将北冥侵占了。幽都王野心勃勃，也许过不了多久会将主意打到黄泉冥界来。不过，若真是如此，上面的那些神也应该不会不管。那些家伙当然不会不管，他们怎么会任由九幽做大，威胁到他们的地位？当初一介凡人飞升成神，都得他们那般嫉妒，更别说有人威胁到他们了。今日我听修行者们说，神庙的动静也很频繁，也不知想要做些什么。神庙？若是他还在，哪有神庙嚣张的份儿？孟福林神色动了一下，诧异地看向了冷红月一眼，看来他好像还真的不知道。若有朝一日我修炼成神，倒是要好好看看窝在神庙背后的到底是群什么东西。我听说九州大陆或许会有神出世，前段时间似乎许多人往九州大陆跑，你不也去瞧瞧吗？九州？说起来，我那2位朋友也是来自九州，不过现在我倒是不想去九州，还要劳烦孟姐姐送我一程了。孟福林似乎知道他的意思，看了他一眼，在他眼中读出了坚定之后，便从甲板上朝着船舱的位置走过去。在船身的摇摇晃晃中，黑色的鬼船很快便消失在了黄泉冥界。阿志，到了。这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黑煤球，这你就不懂了吧？鲛人族擅长用幻术，所以你眼前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而且说不定啊，你往前再走进去，就已经进入了鲛人族领地了呢。33正要往前走，却被萧杰牵住了手，然后牵着他的手一起往前走过去。我就是随口说说呀，不一定的呀。阿志，哎呀，你先别动啊，我先去啊。要是你出了什么事，怎么他先过去了，那没事了。眼川一看是萧杰先去施雷，就闭嘴了。双标的简直不要太明显。什么人胆敢擅闯鲛人族领地？这2人长得好好看，怎么比我们鲛人还漂亮？就是还没见过比我们鲛人还好看的呢。什么人呢？不知道，要不要放进去再说。这2人比以前出现的好看多了，就不杀了吧。燕川就不服气了，他也好看呐，怎么不说他呀？鲛人族的臭美，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美，还高傲的不得了，嫌弃一切比他们丑的生物，长得好看的就另当别论了。说白了，这就是个颜控种族。33往前踏了一步，站住！萧杰眉眼疏冷，掌心一动，一道劲气击向了3人，连人带剑往后退了好几步。尔等竟敢强闯无尽归墟！吾乃白芷，无尽归墟内，不知可有故人。吾乃白芷，无尽归墟内，不知可有故人。此时前方的场景突然发生了变化，宛如一道虚空之门被打开，一名男子走了出来。大人，2个修行者，1条妖龙，1头凶兽，你们闯我们鲛人族到底想要做什么？我无尽归墟。什么妖龙这么难听？老子有名有姓，我姓他姓啥来着？姓白，名燕川。燕川，白33点头，不错。
白彦川，哼，管你姓白还是姓黑，今日尔等胆敢擅闯鲛人族领地，就是死路一条。说罢，他手中也汇聚一股磅礴之力，萧杰手中长剑乍现，亦泛起蓝色的寒芒。住手！男人从一出来，目光便落在了33的身上。参见族长。你是谁？竟敢假冒他？我便是白纸，又何须假冒？男人水蓝色的眸子微眯了起来，他的确在他的身上感觉到了那股熟悉的气息。你如何证明你便是他？你可知在我面前冒充他会是什么下场？手中瞬间聚来无数水，凝化成一根银色长戟，神境强者的威压顷刻之间便碾压了过来。33和萧杰相视一眼，33点了下头，萧杰便一步挡在了33的身前。你又是什么人？他的人。四风眸色微沉，一道水柱瞬间朝萧杰袭来。萧杰周身妖力大盛，足尖轻踏，直接朝那水柱正面游上去。啊，妖力！还是第一次见到族长动手啊！是啊，好强啊！族长不愧是半神强者。只见空中那缠斗的两道身影越来越快。任你再有越界战斗之能，你可别忘了，你不过是20余岁的化劫期修为，而你眼前的敌人是半神。长戟瞬间化作一道流光，带着铺天盖地的恐怖力量刺向萧杰。萧杰被逼退，萧杰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了半神的恐怖。这个男人比起他之前所遇到的冷红月还要强。萧杰看着手臂起的鸡皮疙瘩和身上方才被长戟擦伤的伤口之处，心中也微沉了下去。原来这就是半神之力，看似他的伤口是一条极浅的口子，但实际上已经见骨。半神，没想到万年来让我第一次动手的人会是一个半妖。子期，我没事。将妖力全部解封。萧杰平眉，33怎么知道他妖力只解封了一部分？将妖力全部解封，可与半神一战。听闻此言，四风漂亮的眸子也露出了一丝异样的情绪。大人，打他不需要太多招式，只要攻下盘即可。熟悉的口吻，熟悉的话，心底的肯定也渐渐浮出了水面。大人，他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将信将疑了，只是一直在试探。他亲自出手便是想要试探，但没想到跟他动手的是那个男人。虽然在和那个男人动手，但他实际上一直在观察着这个和他极为相似的女孩。可他这2个字才刚出口，萧杰神色微冷，便已朝他发起攻击。33也没阻拦，而是看着他们再一次的战斗。哎呀，好凶残啊！但不应该啊，那小子怎么可能和半神打呢？他连仙王级都打不过呀！上次那个女人就是仙王。半神，以这小子的实力，按理来说是连一招都接不下的，就算能接几招，也不可能打这么久啊！他莫非是有什么法宝？而且怎么感觉他像是会走火入魔了？不会出什么事吧？子期体内的妖力并不是普通的妖力啊，不是普通的妖力，那是什么妖力？我也不清楚，但我知道子期体内所蕴含的妖力很是强大，这妖力是倾注在他体内的，妖力远远高于他的修为，并会随着他修为的强大，妖力也会随之增强。妖王，只有妖王体内才有如此强大的妖力吧？虽然不足半神领域，竟能和半神相抗，可是这样下去，他会因为承受不住这样的妖力爆体而亡吧？萧杰从未解封过全部的妖力，因为他知道以他现在的实力，如果全部解封，他恐怕会控制不住这样的力量，更担心自己会做出伤害33的事儿。但33开了口，别说解除全部的妖力，即便是将这全部妖力都给33，他也不会犹豫的。你到底是什么人？我说了，我是他的人。四风眼底升腾起一股愠怒，他手中更是没有丝毫的留情。阿芝，他不是半神对手，他才20多岁呢，这强大的妖力会把他肉身撑爆的。不行，让老夫上吧，反正这小鲛人看老夫很不爽。如果子期不尝试将妖力全部解封，习惯这种妖力的话，以后会更难控制。燕川恍然大悟，就在此时，萧杰被半神之力重伤，陡然从空中坠落。33身子一动，顷刻便飞过去了，一股大力也拖住了他。同时33在萧杰身上起出穴位，点了几下，旋即宽袖一抚，一股磅礴的真气顷刻逼向了四风。四风眉头轻拧，却并未还手，在那股真气逼来时，身子也随之后退，可他的视线却已经紧紧地凝在了33的身上。痛吗？无碍。你还小，虽能一战，却打不过他，半神很强的，总有一天打得过的。大人，真的是你吗？小风，许久不见，修为见长啊！真的是你，大人，我等你好久好久了，你说过会来归墟看我的。抱歉，我忘了。我以为您已经，没想到您还活着。
他们都说您已经陨落了，但我不信，我便一直在这深海之底等着您。您是神，神怎么会那么容易便陨落呢？我还活着。闻言，四风也笑了起来，仿如一个走丢了终于找到了家人的小孩般雀跃。你刚刚让他打我，你若要伤他，自然是要打你。这男人跟大人是什么关系？燕川和小魂相视一眼，俩手互相传音。黑煤球，萧子气会不会被阿芷抛弃啊？你被抛弃，他都不会被抛弃。那你是站这个鲛人还是萧子气？为什么要站？切，你没发现呢？这个鲛人也喜欢阿芷，萧子气对阿芷也没安好心，你站谁啊？我，主人是我的。燕川捏捏下巴，这样不行啊。阿芷肯定更喜欢萧子气一些，不能让这个鲛人把萧子气挤走了。他瞄了一眼那巴巴看着阿芷的鲛人，这家伙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在他们相认之后，四风便将他们带进了无尽归墟之中。这不是在海底吗？怎么跟外面一样一样的？无尽归墟也是一个位面，自然便有外面所有的一切。哦，原来如此啊，我还以为全是水呢。四风将他们带去自己的住所。大人，您怎么会和这条妖龙在一起？还有，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找不到您。那一段时间，暗无天日，四海通背。他们都说您陨落了，可是我不信，我一直在等你，我就知道你会来。什么妖龙不妖龙的，当年他可是神龙呢。我与燕川以及血气。燕川突然一下坐姿都直起来了，俊脸上一脸的骄傲，上面就差写着听到没？听到没？老子和你大人是血气，是血气关系，完全没有了当初嫌弃的死去活来的模样。血气，不错。当初大人从不契约任何灵兽，从不契约任何灵兽，也不跟自己结气。鲛人族虽算是半人族，但也是能够结气的。是意外。千间内所有人都说您死了，我也以为本来是死了，只是又活过来了。没想到如今你已是鲛人族族长。我本便是鲛人族精灵王族血脉，所以在上一任族长陨落之后，我便接任了族长之位。如此也正好，我来无尽归墟有一件事要办。什么事啊？我有一婢女，名唤四月，乃你们鲛人族流落在九州大陆的王族分支的血脉。九州大陆？她受伤了，还尚需一味药引才能让她醒来。鲛魂珠，这个东西并不难取，我们鲛人族的墓葬之地便会有鲛魂珠凝成。大人若是要，晚点我便命人去取来。也好，早点取来，我们也好早日离开。闻言，四风脸上的笑顿时僵在原处了，妖孽的俊容也染上一丝失落，旋即又笑起来。好，不过鲛魂珠每年所凝都有一定的数量，而且墓葬之地进去也有些困难，所以你们要多留几日才行。子期以为呢？若是拿到鲛魂珠，当真需要花费些时间，那留2日也未尝不可。好。大人，这位是？这是子气。就这么一句话，几乎是无效介绍。燕川一口茶差点喷出来。萧杰目光宠溺地从三三身上移开，看向四风，点了下头。萧杰，萧公子。二人之间似流动着一股浓浓的敌意。这是小魂。三三又顺便将小魂介绍了一下。我是我主人的兽。大人，不知我可否见一见您方才所说的王氏一脉，那个您在九州大陆所遇到的鲛人？三三站起身，缓缓地走到了旁边的榻旁。四风也跟过去，三三袖袍一抚，将四月放出来。燕川和小魂也立刻过来。小月月。燕川一看到四月也有点担心。我族在数万年前却有一些旁系流落到了别的位面，这一支脉应当是正统王氏血脉，但它似乎已经退化了许多，失去了我们鲛人族本身所具有的一些能力。没关系，以后他都会学回来的。这么重的伤，是大人将他元魂护住的吧？灵泉能滋养着他的身体，我以真气护住他的元魂，只要我大眼丹炼制成重塑心脉，小月便能醒来。鲛魂珠便是最后一位，也是最重要的药引。说完这句话之后，他才看了四风一眼，而这一眼似藏着一抹深意。既是我族人，又是大人的婢女，如此模样亦让我痛心不舍。大人可暂且将她留在此处，她如今尚在沉睡，正好我便借此机会将她体内的鲛人王族血统彻底唤醒，如此以后她醒来，即便是修炼也会事半功倍。也好。哇，阿芷啊，是不是等到鲛魂珠拿到，小月月就可以醒过来了？对，小月也该醒了。那我可以要有新衣服穿了。小月月不在，我都好久没穿新衣服了。四风看一眼燕川，这妖龙如今和大人关系似乎极好。不，他们这几人的关系都很好，很是亲近，而他仿佛就是一个局外人。我也很久没有穿过小月做的新衣裳了。将四月留下，一番寒暄之后，四风便为他们几人安排了住处。子期好像不高兴。是。为何？
因为我不曾参与你的过去，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我会嫉妒，会难过，会不喜欢他。乖乖，你明白吗？萧杰知道以三三的性格，最好的办法就是如实没有丝毫隐瞒地说出自己所想，所以即便说出这些话或许有些难为情，但是他还是认真地告诉了他。原来是这样，没有参与过去也没关系，以后你会在的。小风以前跟过我一段时间，不过已经是很久很久了，似乎是万年前的事了，所以我记得也不大清楚了。只知道那时他也是像小魂那么大的孩子，好像是做了一件错事被家族驱逐了。一日我游历于九幽，便在东海捡到了他。原本打算顺路把他送回鲛人族去，但是也许是小孩子的叛逆期到了，他不愿回去，非要跟在我身边。正好那时我饿了，见他会捉鱼又会做饭，便由着他跟在我身边了。后来不知道过了多少年，觉得人间无趣，我便去长眠了。长眠之前我告诉了他，并让他离开了归墟，而在我醒来之后已过了1000年，也没再见过他了。我素来习惯了一个人独来独往，虽然有的时候身边会有一些人，但也都是一阵儿时间，即便他们不主动离开我，我也会主动离开他们。时间久了，便一生情，便会舍不得离开我，会求我，会哭，会闹，我觉得麻烦，所以从来不会留他们在自己身边太久。而且神与普通的修行者亦或是凡人终究有别，我的寿命远远比他们更长久。三三是无情的，所以即便在回忆的时候，他口中所言的也只是担心他们会对他产生感情，而这种感情也并非什么风花雪月之情，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羁绊。而我现在和以前好像不一样了，而且以前这里是没有温度的，总是凉凉的，但现在却经常暖暖的，热热的，很舒服。是因为有心了吗？三三轻轻点了点头，小姐脸上也笑起来，这是她许久时间里笑得最开心的时候，甚至开心的有点憨傻。三三有心了，三三有心了，也就是说三三并不需要那个人身上的心了，以后也有情了。三三忽然站起身，在萧杰的视线下走到了他的面前。萧杰还在欣喜里没回过神来呢，肩膀便被三三环抱住了。他顿了一下，一动不敢动。好可爱，三三这是在说他。萧杰脸上发烫，手也不知道放哪儿好。平时他抱三三虽然抱的习惯，可是这样反被三三抱却让他有点不知所措了。他小心地抬手想要回抱一下三三，可刚好三三松开了手，往后站了一下。如此，子气可还不高兴？他方才都抱抱他，哄了他了，子气应该不会不高兴了吧？萧杰面色不太自然，对三三询问这话一时也没作答。三三有些疑惑，子气好像神色看起来不太对，莫非是自己抱了他，他没有抱自己，所以不高兴？三三张开双臂，萧杰本来耳根都红得滴血了，但看到三三这张开双臂的动作，也露出了一丝迷惑。抱我！萧杰怔住了，看着三三认认真真的小模样，他莞尔，唇角也是稍稍掀起了笑。萧杰站起身，他长臂一搂，便将三三一下抱进了怀里。抱你。乖乖的意思是离开此地之后，我们便去一趟北冥，是因为燕川？小川的事本就是要办的，既然到了九幽，那边一起解决了，省得以后还要跑一趟。正好小月醒来，我们便能一起过去。不过去北冥算是我和小川之间的私事，子期可以先回九州等我。你不要我了？乖乖曾经说过让我一直跟着你，但现在你却让我走。没有。萧杰不说话了，三三抿嘴儿，过了好一会儿才看他，试探的开口。没有的。萧杰还是不说话。若是你想同我一起，那便一起。萧杰嘴角这才微不可见的轻扯了一下，让他离开那是不可能的，谁知道后面三三身边又会出现些什么故人呢？去北冥倒也耽误不了多久时间，将北冥取回也算是完成了一件事。至于那些人，既然我的身份已经有人知道了，那么想要杀我的人自然会去找我。在回九州之前，总要解决掉一些麻烦，否则在九州打架毁了位面便不好了。难得三三竟然还会想到毁掉位面这样的事儿，恐怕千界天底下能想到毁掉位面的，便也只有他的乖乖了吧。想到三三的仇人也许会是传说中的神，那他也需要抓紧修炼，尽快追上三三的脚步才行啊。也不知我何时才能修炼到足以和神抗衡的地步。
修炼一途自然是循序渐进，急不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走好自己的道，方得大道。那乖乖是如何的道？厚而厚利，置之死地而后生。话说子期的家瀚海大陆是什么地方？我怎的从未听过？瀚海大陆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做昆仑。昆仑这个地方好像是连接神界的地方。我不知道，在瀚海中人都称那个地方为瀚海，只有一片高耸入云、连绵万里的山，被称之为昆仑山。在外行走，我才知道外人不知有瀚海，只知昆仑。你们那里是不是有很多妖？传闻中昆仑妖王很厉害，其实力可与神平起平坐。而且如果他记得不错的话，那个红衣女人说起过子期的血统是昆仑银朗一族妖王血脉。瀚海如同九州一样，只是瀚海的一个统一的国度，妖族栖息于昆仑，人立足于瀚海。只是随着瀚海大陆形成的时间越久，许多人的身体里便都已经有了妖族血统。大人，小风，大人，膳食已经准备好了。走上前伸出手，似想让三三将手放上去，突然一只手盖上了四风的掌心。四风脸色一变，看向了那只手的主人。族长大人这么客气做甚？四风一下便将手收回来了，然后甩了一下袖子，脸上就差写着晦气二字了。三三看着萧杰的那只手，突然伸出自己的手，将他的手握住。四风眉心皱了起来，小姐也疑惑地看向三三，却见三三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她，眼神里似乎有着一丝不悦。三三这是怎么了？这眼神他怎么没明白三三的意思啊？这眼神他以前也没见过，不，见过一次，在黄泉冥界的那天晚上，他被那一行人中的那个女子跟随的时候，三三出来找他回去的时候，好像也露出过这个眼神。难道是？小姐目光落到三三握着自己的白皙滑嫩的小手上，忽然了然了什么，心底淌过一丝惊喜。大人，去吃饭吧。四风点头，睨了萧杰一眼，便带着他们二人直接飞去了主厅。燕川和小魂已经坐在了桌上，小魂乖乖地坐在那儿等着三三，但燕川已经有点坐不住了，不停地咽口水，还是一副故作矜持的样子。不可，不可，不，你们不能勾引我，我可是要等阿芷来一起吃的。小魂嫌弃地翻了个白眼儿，这大蛇还不如继续在空间里待着修炼呢，吵死了。一看到三三他们过来，小魂立刻站起来，一副乖乖的模样。主人，阿芷啊，你们来了！哎呀，快坐下！别客气。三三一坐下，燕川就想蹭到旁边去坐，想着说点悄悄话也方便，但他屁股还没落下呢，凳子上就已经被萧杰占了。他冷睨了他一眼，他又坐回了原来的位置。白痴！燕川切了一声，懒得理他。好香！大人，这里面有几道菜都是你从前最爱吃的，大人也许久没尝过我的手艺了，我便亲自下厨给您做了来。他拿起筷子，从碗碟里轻轻地夹起一块肉，放到三三的碗里。大人尝尝，可还喜欢？燕川看到这一幕，实在忍不住，小声传音跟萧杰说了句：看到没，这就叫小三儿，狐狸精。萧杰的眼神冷下来了，没有理会燕川。三三拿起筷子，准备把肉夹起来尝尝。乖乖，我也尝尝。萧杰拿起筷子伸过来，把三三碗里的肉夹走了，放到了自己的碗里。萧公子若要吃，便自己夹菜便是。大人最是不喜被人抢东西，还请萧公子自重。乖乖是不喜欢被人抢东西，但我不是别人。四风盯着他，眼中也迸射出一股冷意。而此时的三三已拿起了筷子去夹菜了。子期吃了便吃了，他也不会生气，反正平日里都是子期给他烤肉吃，也不知道小风和子期在争什么。他还是先吃东西吧，好饿。四风见三三并没生气，而且继续开始吃起来，眉心也拢了下。大人竟未生气，大人可还喜欢？很好吃。大人喜欢便好。萧杰脸色沉黑，握着筷子的手也捏紧了点，但很快便松开。他伸出筷子，夹起一片青菜放进三三的碗里，慢条斯理地说：乖乖既然喜欢，那便多吃点。族长大人手艺不错，我也觉得甚好。看来我要向族长大人学习学习手艺了，以后也都能为三三做几样喜欢吃的菜式。毕竟以后要一直和三三在一起，多学一点手艺也是好的。好。四风握在手里的筷子都快要化成粉末了。燕川吃着吃着，把凳子往边上挪了一点，生怕等下打起来殃及到自己。小魂呢，一门心思的干饭，发现臭蛇突然离自己好近，他护住自己的碗。你干嘛？你看。小魂抬头顺着他的方向看过去。大人，这是东海里的鲜鱼肉，肉质肥美，您尝尝。乖乖，肉食吃多了容易腻，来吃点蔬菜。大人，这是我们归墟的特产，我特意做成了你喜欢吃的口味，您试试。乖乖，你看这个丸子，它又大又圆。这俩人在干嘛？有病啊！燕川啧啧两声传音。我就说吧，这个四风啊，想当小三儿。小三儿是什么？是主人的名字吗？切，小三儿
就是这种喜欢插进另外2个人之间的第三者，不是什么好东西。小魂想了想，这说的不是你吗？你不就是我和主人之间的小三吗？燕川现在深深的觉得小魂这孩子已经没救了。他看了一眼桌子上激烈的战况，还是选择吃饭。这小鲛人啊，心思多得很。若是想要对阿芷做什么，他就找个机会先把他弄死。这么看起来，还是萧子气眉清目秀多了。一顿饭下来，三三的碗里堆满了菜，他也只能一样吃一点，但他好酒，所以喝的酒也稍微多了点。眼看已经染上一丝醉意了，就在他还要喝酒的时候，身边2个男人都十分默契的拿开了酒。明日再喝，今日若是喝多了，这一醉又不知是何时了。大人若是喜欢喝，明日我再陪大人醉饮可好？萧杰突然有点后悔，他想让三三喝醉算了，这样就能把这厮的宫殿给掀了，保不齐还能揍他一顿呢。若不是担心三三醉酒之后会在此地逗留一段时间的话，也好。四风看一眼萧杰，随即收回目光，主动为三三盛了一碗汤。大人。三三也舀起了汤，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如此四风眼中流露出了满意的笑，眼睛也一眨不眨地看着三三，而眼神也有意无意地看了萧杰一眼，似乎带着挑衅。萧杰眼底冰冷，这家伙分明是故意的，只怕此人若是心术不正，那么交魂珠恐有异变呢。他心中有些忧心，若是其他人他并不担心，可这个家伙是半神，如今的三三也未必是他的对手。小小的，你别怂了，他要是想抢阿芷，老夫带上这黑煤球帮你一起收拾他。萧杰无语，还敢打阿芷主意，一看就没养好心。萧杰平眉，这话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啊？总觉得以前燕川好像也在三三面前这么编排过他。燕川现在已经把萧杰划归为自己人了，内斗可以，但对外还是要一致对外的。毕竟这么久，这小子对阿芷还是不错的，对他虽然不好，他也不喜欢这家伙，但也勉强不算是个坏东西。大人千里迢迢，想必很是累了。我为大人特地准备了娇女所制的最好的胶丝所制成的胶丝被，大人一定会喜欢的。三三正好也困了，所以便准备让子气抱自己回去，但萧杰却被四风留下来了。萧公子留步，不知可否留下萧公子一叙？三三看了萧杰一眼，眼神询问。萧杰轻点了下头，三三才转身独自一人飞出去。来人，族长，跟着他，他容易迷路。是，族长。说完便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原地。三三果然飞到一半便迷路了，主要是他飞得快，这个地方也是第一次来，所以一时间没找清楚方向。大人。是你？大人，我是奉族长之令来为您引路的。你跟小风生得有些相似。我的确是族长的血脉。你是他生的？熊鲛人不产子，和人类一样，鲛人族也只有雌性产子。那小风娶妻生子了？族长从不娶妻。那你是私生子？也不是。三三疑惑了，突然觉得脑子有点不够用了。我们鲛人族达到神境之上的话，即便没有雄雌之间的交合，也可以将子嗣血脉放入雌性体内进行孕育生产，延续血脉。族长又不娶妻，但为了延续王族血脉，使用了这种方法，使得这一支血脉延续了下来。三三猜测，小风这么大把年纪了还不娶妻，莫不是有点问题？族长为什么不娶妻，族人们也不知道。不过族长在看到大人之后，比之前都要高兴。旧人相见总是高兴的。我带大人回去休息。好。萧杰冷冷看着眼前妖孽俊美的男人，四风目光从萧杰身上扫了一眼，轻轻笑了一下，缓缓踱步走到旁边，手中也出现了一枚玉白色的海螺，在手指间小心地把玩。萧公子看起来和大人的关系很不错。族长阁下所言不错。你知道我当初和他是怎么认识的吗？萧杰目光沉下来了，冷冷看着他。当年我犯了一件错事，被族人赶了出来，流落于东海海滨。那时候我每天都在想，我到底错在了哪里呢？每天都在想。我躺在东海之滨的海水里，每日看着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终于有一天，我的身边出现了一道洁白的身影。让一让，你挡着我钓鱼了。四风皱了下眉，看着他半晌，眼中也有些诧异，他竟然不会被自己的美色所惑。女子就是很认真的在钓鱼，也不看他，这让四风突然有点受伤。他不好看了吗？他让开了点儿，又走到海边，照了照水里的倒影，没有变呀，他还是很好看，但他怎么不看自己呢？女子将鱼线收回来，却一无所获，微平了下眉，又看了看身边的篮子，只有一条鱼囊。四风感觉到他视线朝自己移过来了，鲛人不知道是不是四风的错觉，在这个时候，他忽然感觉到一种自己仿佛是猎物一样被打量着。看着我做什么？
莫非是贪图她的美色？不，他觉得这女人的眼神看自己跟看鱼没什么区别。会说话呀！你是什么人？你从何而来？来这里做什么？此地乃是东海之滨，之下便是无尽归墟。这个女人是怎么会来此地钓鱼？我来这里钓鱼，河鱼吃腻了，想吃海鱼。四风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女人一点都不好奇自己的身份和来历，都不觉得自己很奇怪吗？像是一个故意想要引人注意的小孩子一样。我可以给你做食物。你们不算是同类吗？不，也不算。就算是同类，在水里那还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呢。也是这个理。那你帮我把这条鱼做成能吃的。好啊。海浪一阵儿又一阵儿的掀上来，响起阵阵的潮水声。一个海螺被冲上了岸边，恰好留在了女子的脚踝边上。好看。而就在此时，海上突然刮起了大风，海浪也越掀越高，黑压压的巨大身影隐藏在那海浪之中，朝着他们涌来。龟。而就在这时，海浪也朝他们压过来了。四风被吓得连连后退，那怪物仿佛张开了血盆大口，已经要将他们一口吞没了。只见白衣女子广袖翻飞，眉眼之间也浮现出了一丝冷色。她将海螺放在唇边，一阵长音便从海螺中响了出来，而那声音也仿佛在被无限的扩大散开。从那声音中所形成的音域瞬间笼罩了这整片海域，顷刻之间乾坤扭转，袭来的海浪开始后退，潮水反推，而那只隐藏在海浪中的巨兽也露出了它的面目。长得这么丑，肯定是不好吃了。快跑！两脚兽，我要吃了你！它有什么作用吗？没有，龟就只是海中古兽，喜欢吃人类，族群生活在海底之下3000丈处。用没用，那就杀了吧。他自顾自出声，话音刚落下，一把伞状模样的武器骤然飞出来，那巨龟便顷刻之间化作了一团血雾。四风愣住了，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他吞了一下口水，神色也变得有点畏惧了。怎么不做菜了？四风喉头滚动了一下，然后立刻盘膝坐下来，继续做着手里的事儿。他死了？你方才问我他有没有用是？没用就可以死了，而且既然有族群，那么死了也不会绝种。难道真的如族中长老们所说，他是那个神？可是他看起来却并不像是那些高高在上的神，也不像族中长老所说的那般可怕，而且还很好看。很快香气四溢，一股肉香也在这个地方弥漫了。好了。好香。我虽爱吃食，却不大会烹饪，大多数时候便是烤了吃。原来鱼肉用来做汤，闻起来也是很美味的。您尝一口。味道不错。四风也一下怔在原地，看着他出神。在片刻之后，目光才不自然地挪向另外一边，却恰好落在了他身边的那个海螺身上。你喜欢？啊？你若喜欢，便送你了。他拿起那只海螺，在手中把玩了一下之后，便递给了四风，就当做是给你的报酬。吃饱喝足之后，他便站起来，袖子一挥，地上的东西也都消失了。海鱼虽新，不过却别有一番风味，下次再来。说完，他便转身准备走。等一下。他缓缓地转身看向他，何事？我想离开这里，我能先跟着你吗？跟着我？你想认我为主？四风站在原地凝滞了片刻，看着眼前的女子没有说话。我不收宠物。不是，我只是想跟着你。我会做饭，你不是喜欢吃鱼吗？以后我都可以给你做吃的。鲛人族天生会治沙，我还可以给你做衣裳。也好。四风修长的手指轻轻抚摸着白玉色的海螺。后来我便一直跟在大人身边，为大人做饭，为大人做衣裳，做的事就像是现在那个叫四月的族人一般。起先我只是好奇，所以才想要跟着他，也想离开归墟，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可是当随着跟着他的时间越久，我便越不想离开他。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小姐平静地看着他，并未回答他的话。因为我喜欢他。大人不知道喜欢是什么，他也不懂，他只知道我跟在他身边就有吃的穿的，只是图个方便。可是我却知道，我对大人的感情早就已经不一样了。可是我知道大人很喜欢我在他身边，否则他怎么会让我在他身边那么久呢？只是大人那么美好，那么强大，他是万人敬仰的神，而我只是跟在他身边的小鲛人。我与大人有云泥之别，我又怎么配得上大人？不过现在却不一样了。虽然这3万年来我一直在等大人，但我也从未停止过修炼，为的便是有朝一日能够堂堂正正地站在大人的身边。他们都嫉妒大人，可我怕大人找不到我，所以我便一直在归墟等着大人回来。3万年来未出过归墟之境。萧杰听着他的话，眉心轻拢了下，
在这个人身上，他感觉到了和那个男人身上极其相似的东西，是执念。所幸这3万年的等待很值得，因为他不但回来了，而且我如今也能和他比肩而战了。现在我是鲛人族族长，修为也已经达到了半神之境。大人现在也还只是个少女，一切都重新开始了。我知道大人迟早会回到以前的巅峰，可是现在的我是能和大人一起开始的，而你不过是一个半妖，修为低微，你有什么资格在他身边？大人身边的位置根本就不是你的，大人身边的位置是我的。萧杰此时被这股杀意逼得身体血液都仿佛凝固，可面儿上却依然平静。若不是因为4月，他不会来归墟。这一句话就让四风变了脸色，就好像无论四风刚刚说了多少，都抵不过这句话的杀伤力。你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个路人罢了，你想这么多也不过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而他可并没有留在你身边的打算。而你想要的真正只是想要留在他身边吗？你不过是窃喜，觉得他如今的修为不若从前，你以为你能得到从前得不到的东西，你以为你能留得住他。是又如何？我不过是告诉你，我和大人已经认识很久很久了，而我等了大人3万余年。你觉得这份感情是你能比的吗？萧公子，你只是大人在迷路的时候偶然捡到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小跟班罢了。萧公子还是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的好。对大人来说，你和当年的我并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我和大人之间的羁绊却根本不是你能比的。萧公子，还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萧杰眼神冰凉，眼帘微抬，看着眼前的四风。33被海玲送回房间之后，却没有直接回房去睡觉，看了一眼身后，然后身子一动，便飞落在屋檐上，在屋檐上躺下了。正在到处飞来飞去玩的燕川看到屋檐上躺着的人也飞过来，然后坐在了33的身边。小川，想回北冥吗？我去，我还以为你睡着了呢。北冥，老夫自然是要回去一趟。阿志，你知道幽毒王是个什么玩意儿吗？什么玩意儿？幽毒王是9幽之中最残忍的一个暴君，阴狠毒辣，幽毒之中更酷刑暴政。只要是幽毒王铁骑所踏足之地，统统沦为了人间炼狱，所有人都必须臣服于他的麾下，否则就会被他的铁骑所吞噬。幽毒王虽然不是神，可却修炼出了与神截然相反的境遇，并且与神共存。幽毒王的真身到底是什么，就连我也不知道。传说中他师承青帝。青帝，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很奇妙的熟悉感。青帝是传闻中的创世神，在天地初之时便存在，比四方神兽、上古遗种所出生的时间更早。青帝是传说中的人物，诸神膜拜，轻而易举便可毁天灭地，但却从未有人见过青帝。数万年来，千界内只有青帝的传说，即便是太道皇书中关于青帝的记载，也只有寥寥几句，且只有从世人口中所转述。看来这个叫青帝的是更高于太道皇书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身份。而这个幽毒王，传说中就是青帝的徒弟，修为极高，凶残暴虐，且能够召唤9幽亡灵为之战斗。3万年前，幽毒王趁我受伤之时，率领亡魂军团和他手底下的爪牙大肆入侵，侵占了北冥，而我身受重伤，被堕入9州大地，冰封于寒潭之中。也不知道这3万年来北冥到底如何了。还说说，北冥也曾被称为魔乱之地，妖魔兽人与北冥共存，瘴气纵横，到处都是妖魔煞气。何为乱，何为正？不过是一帮没脑子的废物一拍脑门所定论的。当年那些所谓的大能强者，原本想要铲除北冥，杀光他们口中所谓的妖魔鬼怪，北冥无王，正好给了他们可趁之机。老子就是偏要保护北冥，堕入妖魔道又如何？老子就是看他们不爽。33轻拢了眉心，原来当初小川是如此坠入的妖魔之道。北冥中虽大多为妖魔，可他们却因为极少和外界联系，即便被瘴气影响，他们也只是生性凶残一些，却并不会作恶。他们只是在北冥好好的活着，可那些人却偏生要踏足那个地方，且以偏概全的诛杀邪魔之道。北冥妖魔之气浓郁，在北冥守了数万年之后，所以你便被妖魔之气所浸染，彻底入了妖魔道。燕川点点头，不错，所以后来老子见到一个进入北冥的修行者就弄死一个。可是你无缘无故，只是因为觉得北冥的妖魔物本性不坏，所以才帮他们。燕川眸光微敛，沉默了片刻。我的初恋就是北冥里的一只小妖。哎呀，干嘛了？人家还不能有初恋了。33抿了下唇，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半晌之后，33才正色的点了点头，然后道了2个字：甚好。但小脸上还是忍不住的染上了一丝笑。燕川往旁边挪动了一点，有点生闷气。当年我和朱雀打架，他不要脸，用爪子挠我。我从9天之上坠入北冥，就是那只小妖救了我。当时我便在北冥住了一段时间，所以我知道，北冥虽大多数妖魔生性凶残，
但实际上本性却不坏，相反民风淳朴，比起外面那些天天神神叨叨的修行者好多了。后来那只救我的小妖便是死于一个修行者手中。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你不是要睡觉吗？怎么不睡了？暂时不困了，你继续说。燕川一边回忆一边说起来。哎呀，反正后来啊，我就是这么去了北冥，成了北冥的君王。那个地方的小妖小怪每年都会给我上供，那日子过得别提多爽了。后来也不知道是哪个狗娘养的王八蛋出去乱说老子狠毒残暴，嗜杀成性，到处说老子坏话。比起幽都王那个混蛋，老子不知道好多少。他越说越气，他突然想起来，哎呀，说起来呀，这幽都王真他妈的不是个东西。这4、5万多年以前，竟然亲手杀死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就是为了得到那个女人的玲珑骨。但是杀了那女人之后，反而比以前更发疯了，残暴起来比之前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玲珑骨？是啊，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的，你问太叔吧。玲珑骨数万年才会在一个极阴之体内产生，通常为女子，且心地纯善，不被污浊之气玷污之人才会生有玲珑骨。若在人体内，则会提升修炼速度，是罕见的修炼奇才。若将此骨抽出，炼化进神兵之中，便可将神兵之威增强数倍。既然幽都王那么厉害，应该也不缺一个神兵才是啊。那你是没看到几10万年前洪荒时期那些神呐，为了一些宝贝打得头破血流的样子。知道当年的诸神大战是怎么开始的吗？啊，还不是为了抢东西，为了当头头，和我们这些兽也没什么区别，都是为了争领地，为了当老大，为了抢东西。不管是神还是人类，都跟兽无异，只不过呀，那些神自以为自己没有罢了，装得看破红尘，一副清心寡欲的样子。我呸！幽都王，青帝。他眉心疑惑，他说：“我成神之前的记忆里认识青帝吗？”稍等，众人家翻一翻。太叔翻找了一阵，没有。不过你成神之前的记忆里，除了楚尘这个男人的名字出现的次数比较多之外，倒是还有一个男人的名字，青衣师傅。对，他成神之前的记忆中还有一个男人是师傅。成神之前，他曾有一个师傅名为青衣，但关于他的脸却是很模糊的，根本记不得他到底是何模样。能够以凡人之身修炼成神，便是这位师傅传道授业解惑。如此说来，那这个师傅对自己而言应当很是重要才是啊。可为何在太书中都找不到关于他的记忆？什么师傅啊？我可没记得你有师傅。燕川嘟哝了一声就睡着了。三三却陷入了迷惑和好奇里。萧杰回去的时候，便见到三三和燕川一大一小2道身影在屋檐上呼呼大睡。他莞尔一笑，飞身上去，便将三三抱进了房中，把燕川留在了上面，把三三放到床上，捏好被角，他才起身出去了。他站在屋檐外，看着归墟中的夜色，目光也微暗了暗。同样这个时候看着夜色的还有四风，四风手中捏着那玉白色的海螺，脑海中却回忆着萧杰离开前所说的话。无论族长大人和他之间的关系如何，我只知道我不会离开他，哪怕他以后喜欢的是别人，他和其他人在一起，我依然会守着他。我不会干涉他的自由，不会干涉他的喜好，我会陪着他长大，陪着他再次成神。我会用尽我所能爱护他，直到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不复存在。所以无论族长大人在我面前说什么，想要炫耀什么，还是说想要将我从他的身边赶走，让我知难而退，都是无用功罢了。虽然我的确会吃醋，可是我却不会强硬地让他做出任何他不喜欢的选择。我希望你也是如此。这3万年于你而言来说是等待，是你自以为的守候岁月，可从始至终也只是你的自以为罢了。你明明很清楚，在他的眼里你只是一个过往之人，他对你从未有过你想要的感情，他从不负你。他从不负你，这句话让四风握着海螺的手也攥紧了，眼底也变得迷惘。你喜欢他也是你的事情，是你动了不该动的念想。若你私自的想用这种念想去捆缚他，那么你一定会后悔。四风虽愤怒，可也却感觉到眼前这个男人的不一般，他仿佛能够看穿自己的一切，这种感觉让他很不爽。而他也发现了一件事，四风的目光也落在了萧杰的手指上。萧杰的手指上是大人在他身上种下的灵石，圈在他的无名指上，与之生成羁绊。大人不想忘记他，也不想和他分开，所以才会在他身上留下自己的灵石。当他看到的时候，极度的快要发狂了。那短短片刻之中，他动了数次要杀了他的念头，但最后都忍住了，因为他知道大人是会生气的。
这位公子，请问您要去哪里？出去走走。听说你们鲛人族的鲛人珠凝在你们鲛人族的墓葬之地。是的，公子，鲛魂珠是以死去的鲛人精魂之气所凝，所以只凝在我们鲛人族的墓葬之地。哦，原来如此。那所凝的数量应当也十分稀少了。不是的，公子，虽然说我们鲛人的确很少会有人死去，但是因为长年累月的积累，加上我们本族人也用不到鲛魂珠，所以鲛魂珠并不稀缺的。你是什么人？我是王族之地中的侍女。看起来姑娘不像是侍女，我还以为姑娘是族长的。林夕脸颊微红，羞涩地低下了头。既然你们用不到鲛魂珠，那鲛魂珠于你们而言也算不得什么宝贝了。自然不算，只不过因为毕竟是生葬在墓葬之地的东西，所以也不得随意采下。寻常我们也不会轻易踏足那个地方。不知姑娘可否给我指一下路？正好我闲来睡不着，方才又与族长喝了些酒，想散散味儿去，省得回去之后小家伙又要嫌弃我满身的酒味。好，公子，我给您指路，墓葬之地就在您的西南方，不算远，但公子散步到那外面便好，就不要进去了，毕竟您非我族人，说是被人看到了便不好了。有劳姑娘了。林夕也笑了笑，扶了扶身子，然后便下去了。林夕一走开，小姐方才的笑也消失了，目光看向西南方，迫步朝着那边过去。翌日，大人，早食已经准备好了，我特意来接你过去。小月怎么样了4月在我那儿，大人要顺便去看看吗？好。林夕，族长大人对他们可真看重啊，竟然每次吃饭都亲自去迎接。族长平时连自己的住所都不太出来的，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来头。是重要的人吧？咱们鲛人族万年来都没什么人来，看来一来便是大人物呢。是啊，我看那两人很是亲密，也不知是什么关系。那女子该不会是那男子的小媳妇儿吧？青姨，这些话若是让客人听到便不好了。海林娘，海林公子，这两位是族长大人的贵客，青姨还请注意一下言行。知道了，公子。娘，我去伺候了。去吧。对了，娘，青姨，族长大人下令，从现在开始，任何人都不得轻易踏足墓葬之地，也不得摘取鲛魂珠，更不可告诉客人们，违令者将受到严惩。二人相视了一眼，林夕也低下头皱起了眉。我已经将他体内王族之血唤醒，日后若是醒来，修炼起来也会比起之前更加事半功倍。鲛魂珠何时能给我？直接的一句话让两个男人神色各异，只怕还需要一些时日。怎么？昨日我让人去看了一下，鲛魂珠所凝甚少，而且此时所凝并不能拿来直接炼制，恐怕还要等上一段时间。是吗？萧杰虽不言语，可却无形中让四风感觉到了一种并不太舒服的感觉。大人是准备拿了鲛魂珠便离开吗？是，我还有要事要去做，还要回九州。回？那里有我的家人。家人？说起鲛魂珠，萧杰笑了一下，方才还空空如也的手中便出现一枚蓝色的发着光的珠子，而看到这珠子的瞬间，四风脸色陡变。我昨晚睡不着，出去散步的时候，途经一处地方，见有一样东西与三先前所说过的鲛魂珠极为相似，便采摘了下来。所以在下想请教一下族长大人，不知我这顺手采摘的东西是不是你们口中所说的鲛魂珠？是。四风冷冷地盯着萧杰，眼底冷滞，在沉默了半晌之后，他才低声说：是。那看来在下实在是运气不错，正好赶上了一个好时机，这般难凝的鲛魂珠都让我碰巧采摘到了。乖乖看一看，是不是你要的鲛魂珠？三点点头。今日我便可闭关炼制大眼丹，若是顺利，几日后小月便可醒来。说着说着，三也笑了起来。四风原本沉郁的面色在看到三笑，突然之间也渐渐散去眼底的玉色了。他怔怔地看着三，目光出神。如此甚好，看来我的运气还真是不错。族长大人以为呢？萧公子运气是不错。这个萧杰明知道他方才骗了大人，但他却没有拆穿他，又是寓意何为呢？既然鲛魂珠我们已经拿到了，那就不需要再麻烦族长大人了。不过在下还是带三和4月丫头谢过族长大人。4月本就是我鲛族中人，救她也是理所应当。既然如此，那我便去闭关炼药了。鲛魂珠既已拿到，你也不用再去等了。听起来好像三丝毫没有怀疑他。三缓缓朝他面前走了2步，轻抬了一下手。四风立刻半蹲下身，弯下了腰。大人。三摸了摸他的头，浅浅地笑了一下。小风，要好好当好族长啊。四风神色微怔，低敛下眉，眼底也隐去了一丝别的什么情绪。在拿到鲛魂珠后，三便去闭关炼丹了。你可知我杀你
亦是易如反掌。不得不说，族长大人变脸的本事比之修为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面前乖巧如兔，在其他人面前却截然相反。若说变脸，萧公子比起我来也是不遑多让。难道萧公子在他面前就不是温柔体贴，在我们面前便诡计多端？若说诡计多端，那我可比不上族长大人。四风神色微冷，喝了一口酒，侧身看向另外一边。你为什么不告诉他？虽然我并不喜欢你，但既然三三和你曾经的关系不错，如今对你也较为信任，那我便不会去做挑拨你们之间关系的事情。当然，前提是你没有做出其他伤害他的事情。你就不担心我会不让你们离开？难道你以为他会任你安排吗？四风被这句话截住了后面所有的话，四风忽然有点害怕和心虚。你等了他3万年，我自愧不如。我与他相识也不过短短几年，所以我既羡慕你，也敬佩你。而你没有因为你的执念而做出伤害他的事情，谢谢你。我不敢，也不想。萧杰似乎能领会到他那句话里的意思，轻扯了下嘴角，并不言语。以四风的能力，想要留下他们并不难。这里是鲛人族的领地，他的地盘，而他的修为如今也是高于三三的。他若使出幻境，他们必会困入其中。但萧杰看得出来，四风并不想用那种手段，所以才会有如今现下的这一幕。两人谁都没有在说话，男人之间的默契都尽在那2壶酒中。静默过后，萧杰突然开口：你知道神庙吗？神庙？从前我随大人四处游历时，倒是见过神庙的人。神庙在找他。什么？神庙或许是他的敌人。神庙？当年我和大人游历的时候，神庙已经在不少位面都建立了自己的庙宇宫殿，信徒众多，且有不少弟子。一部分散人修行者若是入不了名门正派，也会加入神庙，但神庙中人十分跋扈，因为仗着背后给他们撑腰的是神，所以他们在千界中横行无阻。一直以来，大部分的修行者也不会去招惹神庙，甚至避之不及。可神庙为什么要找大人？那你可知当年他有什么仇家？仇家那可就多了。不过以大人的年纪，他的仇家大部分或许也活不到这个时候来。大人向来我行我素，得罪的人的确有不少，但我没有资格去往神所在的位面，所以我也不知大人的仇家是否还有神的存在。大人从前的地盘是他自己所开辟出来的，一处名为荒原的境域，但后来那个地方不见了，也消失了。若是能杀了他的仇人呢？若是当初大人的实力，杀他便是弑神。千界中能够有能力弑神的，那便只有神，以及高于神之上的传说中的创世者。大人可是神，而即便是其他神，见了大人也要退避三舍，所以能够杀了他的人，只有与他同品阶，甚至是更高阶的神。萧杰一时陷入了沉思。那么他的师父又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他师父什么都知道，跟三三又到底有什么关系？三三闭关炼丹没多久便出来了，大眼丹炼制成功，三三也便找了四月。三三将大眼丹为四月服下后，又喂了几颗丹药下去，旋即将自己的真气输入四月的身体中，在他的身体游走了一圈，将长时间未动僵硬的肉体重新活络起来。你看，小月月额头的心灵，原本一片死白的肌肤也渐渐地染上了一点血色，直到他整个人如活过来般，三三才将手从四月身上缓缓地挪开。小月月，小月，你醒了。烟川，小魂。当看到那张熟悉又清冷的小脸时，四月眼眶顿时红起来，眼泪扑簌扑簌地往外滑落。主子，小月醒了。主子，主子，我好想你。四月强撑着身子爬了起来，一把抱住了白三三。三三愣了一下，旋即才缓缓地伸手回抱着四月。我说过会救你的。好感动，太感动了。小魂刚好挪开2步，就被燕川一下子抱住，动弹不得了。萧杰看到这一幕，心中蔚然。如此，三三在意的事儿也算是完成一件了。主子长大了。小月也长大了。四月扑哧一声笑起来，然后才一一看向屋子里的人。殿下，萧杰轻点了下头，当作是回应。这是你的先祖。什么？我是你的先祖。四月醒过来之后，三三的心情也极好，燕川和小魂就更不必说了。三三见四月一直跟着自己，不禁好奇，不喜欢你的族人吗？不是，只是奴婢一直都是在交国长大的，我的族人已经是和他们不一样的了，所以虽然有点亲近之感，但也并非亲近的不得了。反正奴婢以后都是一直跟着主子的，
所以归墟境内对我来说也只是一个路过的地方。好，我还以为已经过了很久很久了，一醒来主子都长这么大了。以前只是因为身体和元神之力不相符，所以才会长不大。出了9周之后，我又重新淬了体，肉身也强化了，一跟上自然便能长大了。那主子长大了，怎么也跟小时候一般，软软的就跟个小包子似的。大抵是因为长胖了。虽然长大了，但主子还是一样可爱呀。小月，我们再在归墟留几日，你可以趁此机会问小风学习一下你们鲛族的修炼之法以及幻术。知道了，主子，奴婢一定虚心求教。还有，空间里无忧草开花了，若是闲着，便去空间里瞧一瞧吧。四月眼角含泪。知道了，主子。空间里的无忧草已经开出了一朵洁白的小花蕊，一如当初三三在天启城中所见到的那朵白花，只是这一朵更娇艳更纯洁。三三的元神进入空间，伸手轻轻摸了摸无忧草的花蕊。若是再放个100年，便会开灵智了吧？萧杰知道三三要留几天之后，也没阻拦，反倒是趁此机会在归墟中陪着三三四处转了转。这地方虽如世外桃源，没有纷乱争端，却是少了点人间烟火气。凡人的寿命不过区区100年，自会用这100年短暂的时间做出更多的让自己无憾之事。而鲛人族寿命长久，活得久便早已丧失了激情，慵懒度日了。可活得长久之人羡慕人间的烟火，而人间却羡慕他们能够长生不老。自古便是这样，得到了便想要自己没有的。萧杰侧眸看了一眼三三，唇角轻轻地挽了下。小川他们呢？应当和小魂在一起吧，不知跑哪儿去了。而此时归墟的一处生长着灵植之所。你干嘛？你要偷东西啊？什么偷不偷的这么难听？我这是拿鲛人族这里盛产的灵植可是外面没有的，不整点弄阿芷空间地里去栽栽，不是太可惜了？万一以后阿芷正好要用这些东西呢，就不用再跑一趟了嘛，直接在自己空间里摘就是了。而且这些东西啊都是种在野外的，也没立牌子说是谁家的不准摘呀，所以我们拿走也不算偷，这可是无主的。小魂被燕川这番说辞打动了。我怎么记得你之前就经常搬些乱七八糟的进空间，还让我帮忙来着？那些呢？那些不算了，快来帮我搬呢，这些可都是好东西。你把人树都搬走了，这不好吧？这棵树结的果子可好吃了。哎呀，等结果太麻烦了，直接搬走多方便的。你给人留点啊，免得到时候找主子去告我们的状。说的好像我们留点就不告状了似的，反正都要告状，不如一口气都拿光了。好像有道理。算了，拔了太光了，还是留一点点吧，做龙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呢。多谢族长大人教示晚辈幻术。你修行过人类的功法？晚辈在九州大陆时，曾拜过一门派长老座下。难怪。说起来，那门派的老祖宗和主子也是旧识。旧识？他叫什么名字？主子叫他小金。原来是那个家伙，金玄。当年还想跟在大人身边，还妄想拜大人为师。大人瞧他可怜，便随手教了他一套剑式，点拨了几句，就把他打发走了。没想到竟然跑去了九州大陆，还开宗立派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四月感觉错了，总觉得老祖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那语气不是太好，还有点酸，而且还很不喜欢金玄前辈，就没有一点长者的气度。老祖一点也不像老祖，一说起跟主子有关的人和事，就跟少年人无异，又是吃醋又是嫉妒的，还容易有情绪，跟四月之前见过的前辈长者都不太一样。那他和你主子也见过了？见过。四风冷笑，等了半晌，见四月只是看着他，却不说话，皱眉。我们鲛人族天生聪慧，不仅容貌过人，在智慧上也比其他物种高贵。你莫不是跟下等凡人待久了，连察言观色都不会？老祖绕了这一圈，到底想说什么呀？然后呢？四月愣了片刻，才知道老祖是什么意思。回老祖，后来金玄前辈认了主子当干女儿，跟主子关系也算不错。后来主子遇险的时候，金玄长辈和天玄门众人还出手相助了呢。什么？干女儿？他竟然敢认大人当干女儿？谁给他的胆子？四月没有回答，也低下头没有再说话了。主子和老祖们之间的事，他还是不说话为妙。可恶！说是这小子在我面前，我非杀了他不可。这件事儿，四风怎么都消化不下来，越想越气，原地踱步来去。好半天，他又坐回来，气也消得差不多了。大人竟还允了？他眉头锁得更紧了。四月不敢吭声，低着头默默复习方才老祖所教授的心法。一来二去的，三三看四月学得差不多了，就准备走了。知道他们要走，四风也没有强行阻拦。
但看三三的那眼神，却像个被抛弃的小媳妇儿，充满了幽怨，看得燕川起了一阵鸡皮疙瘩。萧杰平了下眉，也没有说什么。三三走一步，他一步一趋。三三停下脚步，转身看向四风：“大人，你有事吗？”“大人，您怎么去北冥？”“有雪灵珠。”“原来如此，有雪灵珠的话，大人就不必再去坐船了。”“你这是要跟我走吗？我见你一直跟着我们，是要一起去北冥。可以吗？”“北冥瘴气很重，你若去要退一层灵，而且我是要去办事，你跟去也没什么作用，人多不方便，我这里人已经够多了。”三三的话实诚又扎心。站在他身边的萧杰、四月、燕川，还有蹲在他肩膀的小魂，面色都有点古怪。忽然就觉得自己被嫌弃了，只有太叔在空间里沾沾自喜，还好他没有化形出去，不占位置，才不遭神女嫌弃。而燕川和小魂都默默地回到了空间里，突然消失在了他身边。四风平眉：“大人这意思就是嫌弃他呗？季如今已经是族长了，那便当好这个族长便是。”“知道了，大人。”“这一次麻烦你了。”“大人何须言这话？”三三抬头的时候，踮脚尖摸了摸四风的头，四风一怔，在原地一动不动。三三收回手，跟他告别：“以后再见。”“大人。”三三疑惑：“听说那金璇认了大人当干女儿？”“是有这回事。”“大人，您怎么能当她的晚辈？”“左右不过是一个称呼，这又有什么？这也并不影响小金和我的关系。”三三对这个看得不重，主要还是人熟才能占便宜，若是不熟的人，别说便宜了，连他一根头发丝儿都占不到。那我也能跟别人说我和大人有亲密关系吗？金璇那么说，你们就是亲戚了，我和大人还没什么关系呢。”这话说到萧杰原本淡定的神色也变得皱起了眉。“那你想要什么关系？”“我……”萧杰和四月四风也愣住了。“倒也不是不可以。”“大人，不是。”“那便这样吧，你若是心里不平衡，那便和小金一样。”“不行。”三三疑惑，看了看萧杰，又看了看四风，他俩是怎么了？萧杰的脸色是幽沉的。金璇前辈当三三干爹可以，但这个家伙不可以，那样他们不就被占便宜了吗？四风抬头看了萧杰一眼，心中寻思了一下，忽然改变了主意。“大人，我又想了想，我觉得这个提议很不错，左右不过是一个称呼，也无什么实质性的事实，而且如此以后也可以为大人挡住身份，大人也与我无尽归墟有了一层关系，以后若有什么事，我无尽归墟也能师出有名。”三三对这种事儿自然不会推却的，他这个人比较实在，既然有好处，他就更不会拒绝了。但萧杰就不一样了，冷冷地盯着四风，目光像是要杀人。这摆明着占便宜的事儿，还说的这般冠冕堂皇的。随你。好。四风笑道，只是心中却悠悠沉下去了。四风脸上的笑渐渐地变得苦涩。三三说完，便跟他告辞，转身：“乖乖，你先走，等会儿我过来。”三三点头，带着四月先走了。四风的目光在随着三三离开后，才逐渐收回目光，看向眼前的男人。现在大人是我的干女儿，以后萧公子若是想和大人有什么关系，怕是要考虑再三了。萧杰虽然现在黑脸，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情绪起伏。四风这种行为明显就是为了膈应他。我留下来，只是想要告诉你一句话：如果你以后想来找他，随时可以，只要你对他没有不该有的想法，我便欢迎之至。说完之后，旋即在四风的目视下，转身离开，朝三三离开的方向走了过去。四风看着他离开的方向出神，神色微敛。这个男人看来是他低估他了。你说这耳朵听什么呢？我听他俩说什么悄悄话。这小小子倒是大度，要我说呀，我就上去弄死他。对情敌还这么和颜悦色，毛病！切，所以你才不招主人喜欢。嘿，你个黑煤球，是不是非要跟我作对啊？主子，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啊？北冥。三三一边说，一边看向走过来的萧杰。子妾一起去北冥。好。三三没有问他留下来做了什么，但三三知道，这次小风看他的眼神中没有了他之前所看到的那种执念。幽都女子手中握着一壶酒，一边走一边长饮一口。她随手打散一只想要攻击她的鬼怪，缓步走到一块巨石上，金风凛冽，往下望去便是繁华的幽都城关。虽然她不记得了，但隐约知道自己忘记的事同这个地方有关。那个让他痛苦不堪的名字，只要杀了他，他的恨意就会消失，就再也不会有那般的痛苦了。幽都王便在幽都城之中，他仰面喝完一口酒，化作一道流光，便朝着幽都王城的方向飞去。罗刹殿内，舞姬们翩翩起舞，水蛇腰不停地扭来扭去，一片香艳之色。其中有一个舞姬突然崴了一脚，惊呼了一声，男人的视线也渐渐看向了他。
拖下去，把他的腿砍了，喂给店外的狼骑。是。有士兵出来，直接将那个女人一掌打晕拖出去了。谁惹王生气了？王后。你来做什么？他淡淡的道，目光却移向舞姬中央的一个女人。那个女人眉眼有一丝熟悉，有点像他。他招了招手，过来。瑟瑟发抖的舞姬战战兢兢地朝他过去，而王后在看到这个女人的时候，脸色也变了一下。男人手一搂，那舞姬便直接被他拥在了怀里。他的大手肆意地在舞姬身上动作，眼里也是少有的露出了难得的欲色。王，我还在这儿，你怎么能对这种下贱人？你可以做王后，别人也可以。姑让你做了几万年的王后，不过是姑需要一个王后，懒得换罢了。男人无情出声，而他的手下却丝毫没有留情，看着怀里因为自己动作而逐渐痛苦不堪的小脸，那张和他相似的眉眼让他的眼里也燃起一簇火光，手下的动作也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用力。不要！王，这个贱人不是他！在他话落的瞬间，男人掌握着女人便瞬间飞出去了，身体通的一声砸在地上，死在血泊里了。再无尽的生命也无法掩盖生命的苍白，蝼蚁者，生命不过是痛苦的轮回。王后看着地上的尸体，浅浅地勾了下唇。男人似乎又有些困乏了，懒懒又看了一眼地上死去的那个舞姬，那样的眉眼和他真是像啊。他准备合上眼，却在此时突然睁开，目光冰冷。站住！什么人？放肆！这里是罗刹殿！站住！呀！大殿之外传来一阵争执和打斗声。怎么回事？启禀王，有个红衣女人闯。他话还没说完，就已被封喉了。只见一道红色的身影从殿外缓缓地进来。男人抬眸，当看到那道身影的时候，紫眸赫然缩放，高大的身躯猛地站起来了。他不敢置信，怔怔地盯着走进来的红衣女子。男人的身体在颤抖，如同苏醒的雄狮，浓郁的狂野猛兽般的气息顷刻之间铺天盖地，席卷向整个大地。而王后在看到冷红月的瞬间，往后退了好几步，王后眼里的血丝都仿佛快要爆裂了。是君王，这是君王的气息，他已经是一方君王了。你就是幽都王。在他说完这句话的瞬间，整个罗刹殿外已被军队包围了，冰冷的字眼以及那双眼中全是陌生的杀意，让男人的紫眸也冷眯了起来。冷红月，九幽北冥。主子，这里便是北冥吗？怎么和从前燕川说的不太一样？他说虽然北冥瘴气浓郁，但却是个好地方，这里妖兽魔怪共存，和谐共处，原始气味浓厚，山林鸟兽也随处可见。可是这个地方看着却像是地狱。四月皱起了眉，神色也有些凝重，他闻到了很重的恶臭味。主子，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魔怪尸油混合，浇筑大地，混在瘴气中产生的味道。这种味道闻久了，容易被瘴气侵蚀魔化。这个地方乃10万年苍龙堕魔之后所镇守之域，而在苍龙来之前，此地还是一片混乱，妖魔混战，争当头领。他们从太古之初便在此地生存，由魔瘴之气滋生，所以天性暴虐，但却心思简单，虽有灵智，却不够智慧。所以苍龙来了之后，随便忽悠忽悠，便让北冥尊他为主。太叔说到这里，怕自己被踹下水，所以马上改口。这加上苍龙特别能打，武力彪悍，所以使得众妖魔怪心甘情愿臣服。而在3万年前，苍龙受伤之际，幽都帝王均打通了幽都和北冥的结界，率领魔军大举入侵，将此地侵占。从那之后，北冥便沦为了幽都治下之地。但是帝君生性残暴，为君重酷刑，在入侵之际便屠杀了无数生灵，后再由不服亦或者是不服从者都被严厉施加酷刑折磨致死。他好修建行宫，但其实行宫便是传送阵，只要有行宫之所，他便能瞬间传送过来。所以帝君为了能够随时到自己领地的任何一处地方，会在每片区域之所都修建一座名为月宫的行宫。北冥的原住民大部分都会被抓去修建行宫，也被幽都的军队所奴役，用凡人的话来说，叫做猪狗不如。帝君三三也四处看了一眼，从前也只是听说过，没想到竟是这般模样。就在此时，萧姐也回来了，他手中提了一袋果子朝他们过来。方才他去探路，顺便给三三找点食物去了。原本燕川来之前便说好了，只要来了北冥，这些事儿都让他去做就行。只是没想到燕川一到这儿情绪就不大对，站在原地愣是没动。萧杰见他心中有事儿，便自行前去探查情况和找点食物回来了。前面不远处正在修建行宫，我见许多小妖魔怪都被穿着黑色铠甲的士兵奴役着，鞭打虐待，
整个北冥如今应当都是幽都王所辖之地。还有一件事情，我方才见到了神庙的人。神庙就是上次在九州大陆想要抓主子的人。神庙也来北冥了，所以我们在此处行事要多加小心，不知神庙到底是冲着什么而来。神庙的人来此地，恐怕是来找阿芷的。这里根本没有什么能让神庙注意上的东西。北冥瘴气浓郁，那些自诩高洁的伪君子从来不会来此处。据说道书就在神庙手中，用道书便可推演出阿言所在的位置，也能推演未来将要发生的事。自从上次在九州中神庙的行为来看，他们的目的似乎就是找到阿芷，并且在他恢复到巅峰之前杀掉他。萧杰的目光凝沉，周身也散发出一股寒意。在四风的口中，以前的神庙跟三三之间应该是无冤无仇才对，若是有仇，如今神庙紧盯着三三不放，甚至动了杀心，恐怕其中另有隐情啊。你们在担心什么？还不是担心你呀！神庙的人就跟狗皮膏药一样粘着你不放，说不定还不止神庙。你说，像你这种处处招人嫌的，到处得罪人的，你那些仇家要是知道你还活着，还这么弱，不得争先恐后过来先把你砍死？我一向随和好说话，讨人喜欢。你说的这是哪般话？小船莫要胡说八道。三三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招人嫌的，就算仇家多，那也是别人先招惹他的。燕川摸摸鼻子，算了，当他没说。而且也不必担心，有仇人来一个便杀一个好了，如此也省得以后再一个一个找上门，倒也省事。且如今九幽混乱，北冥如今已沦为幽都尘土，若要夺回北冥，怕是要费一番功夫。北冥从前并非如此，这一切都是帝君那个狗娘养的东西所为。子期以为要助小船夺回北冥，应如何是好？这还用说？当然是直接杀了幽都王，打到他老巢去，把他们杀个精光。子期以为呢？幽都乃一方势力，有军队，有政事。虽说擒贼先擒王有其道理，可是他们所奴役的是北冥的所有子民。且不说幽都王实力深不可测，军队强大，即便我们有足够的实力杀得死幽都王，那他的军队便一定能臣服在你之下吗？杀死一个人并不是难事，可是如何善后，要率先考虑周到。为君为帝，不可因小舍大。你的意思是，就算我们把幽都王杀了，那些军队四散混乱，也依然会在北冥，在幽都造成祸乱？孺子可教。那还不简单呢？把那些军队也该杀的杀了，武力镇压，谁不服就杀谁不就行了？再说幽都王都死了，他们也不成气候。也有道理。如此，你和幽都王又有何区别？那又如何？他们奴役残杀我北冥子民3万年，本就该死。并非不可以杀，战争本就残酷，杀戮是必经之路，但需想好直接杀了幽都王之后，你要如何处理善后事宜。更何况以幽都王如今数万年的修为，你有100%的把握杀得了他。子期说的也对。那你说应当如何？他们既已奴役北冥几万年，如今北冥子民已经奴根深重，如今你要做的便是唤醒他们的本性，否则即便你如今能以自身实力夺回北冥，日后他们也不过只是一群随时可以被人攻打凌虐的散沙。而后弄清楚幽都王的实力，再制定对策，将侵略者逐出北冥。我明白了。然后报仇。燕川重重点头，一股心头火也瞬间被点燃了。若是简单的个人恩怨，倒也方便。其实杀死统治者，下面便是一团散沙了。这虽是便捷之策，如今却非可行之策。即便是要杀他，也要知己知彼才是。三三点点头，在太叔口中，幽都王的实力足以和神媲美，他还未见过幽都王，不知打不打得过呢。老夫上次见到帝君的时候，还是5万年前，那会儿那家伙的实力已经接近神了。本体应该不是人，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但强的可怕。如今过了这么久，他实力恐怕已经和神相提并论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几个加起来也不会是他的对手。就在这个时候，前方传来阵阵的惨叫。快点儿，想死是不是？官爷，我真的动不了了。动不了，那你就去死吧。士兵怒喝，手里的鞭子抽向了他的脖子。突然，一道巨兽的影子赫然出现在所有人面前。是龙神，龙神回来了！幽都孽畜，今日便是你们的死期！他一爪子拍下来，整个大地顷刻就震动，碎屑飞溅。那些士兵瞬间在他的爪子下变成了肉酱。燕川大人，是你吗？老龟，燕川大人，真的是燕川大人，您真的回来了。燕川蹲下身子把他扶起来。神龙大人，是守护我们的神龙大人回来了吗？都他娘的给我站起来！他这一喝，吓得所有奴隶们一下全站了起来，怔怔地望着他。北冥从不为奴，你们才是北冥的主人，谁也不能让你们成为奴隶。他几句话让那些麻木的奴隶们心神也为之一震，他们疑惑又害怕地看着燕川。北冥的子民们，我知道你们现在或许变得恐惧懦弱，逆来顺受，但你们的血液里流动着的是属于你们的自由。
你们不能被那些王八蛋们一时的欺辱而变得不是你们自己。这里是你们的乐土，是我们的北冥。现在的北冥虽然满目疮痍，但以后绝不是这样。现在老子回来了，我一定会把他们驱逐出北冥，让他们滚蛋。这家伙正经起来的时候，也像那么回事。口才不错，看来平时忽悠小姑娘也是有点作用的。不去做传销，可惜了。萧杰神色突然变得古怪，旋即勾唇浅浅地笑了起来。将这些奴役们放走之后，老龟就带着他们一同朝明泽走去。前方不远处便是大人的明泽了，我知道大人一定会回来的，所以我一直拖着我这把年纪在等啊等着大人回来。大人方才说您忘了明泽在哪儿吧？您看前边就是了。我从一开始就说了，老子记得明泽在哪里，我自己住的地方我怎么不记得？你还要我说多少遍呢？大人您看呢，就在前面。萧杰摸摸鼻子，跟三三两人走在后面。两人的对话已经重复好几遍了，也难怪燕川会抓狂。书上说这应该叫老年痴呆。这种老年痴呆嘛，就是有的时候会不停重复地问同一句话，做同一件事儿。咦，怎么这个知识点是从神女的记忆中挖来的？小月，你看，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便是如此。四月憋住笑，好不容易才忍住没让自己笑出声。大人呐，你不知道，自从你不在以后，北冥就被幽都王派军队占领了，有好几个大妖大魔都因为反抗幽都王，被幽都王杀死吞噬了。北冥已在幽都王的暴政之下3万余年呢，好多妖兽魔怪都死了，他们有好多刑罚，有的是被烧死的，有的被炮烙，有的被吃了。那些士兵饿了就会随便去抓一只小妖去蒸了煮了，还有的被抓去喂他们狼骑了。虽然咱们北冥也有食物链，可从不会这样啊，他们不管什么都吃，太可怕了。幽都和北冥的结界被打通了，他们可以随时往返幽都北冥，但北冥之人不得进入，而幽都王在打下北冥留下军队之后便很少过来了。三三蹙了下眉，若是以当年小川全盛时期的实力，应当是荒神之域，若没有受伤的话，即便是与幽都王也是能够一战的，但那时他已身受重伤，才被幽都王。萧杰疑惑，他修这么多宫殿做什么？宫殿中有一个阵法，这个阵法会聚集周遭所有的魔障之气，并传送到幽都，而幽都王便会使用这些魔障之气去滋养他的军队，使得他们变得更加恐怖强大。那么幽都王帝君的野心恐怕不止如此。你的意思是他还想侵略别的地方？既然他会入侵北冥，自然会入侵别的地方。北冥魔障之气一直以来都是千界之最，滋养的生灵也都是天生强大蛮力，性情凶残暴力，恐怕他入侵北冥就是为了得到这里的魔障之气。几万年来的养精蓄锐，怎么会单单屈居于幽都之中？他想要入主千界，做他娘的春秋大梦，胆子倒是不小。北冥和幽都的结界在何处？就在西南方。一般情况下，北冥这边的子民是不允许过去结界的，除了每隔几日他们会挑选一些美人给幽都王城进贡的时候，才会让他们过去。大人呐，明泽就在前面，您忘了吧？您看，就在前面啊！大人，明泽到了。说话间的功夫，他们便已到了明泽。三三看一眼四月，旋即从空间中摸出一瓶丹药，服下。四月点点头，接过丹药便服下了。果然服下之后便好多了。四月是鲛人体，和四风一样，只能受灵气滋养，若是被魔障之气侵入，便会生病，甚至会影响心脉。燕川大人，您忘了明泽在什么地方吧？您看，就在这儿。燕川已经懒得搭理他了，往前走了一步。曾经有数万年，他便住在这明泽之下，如同在那冰坎中一样，在底下盘亘着，沉睡休眠。这底下有什么东西吗？你在里面修了宫殿吗？就埋了点宝贝。说完之后，燕川便化身为龙，冲天而起，旋即从直腾入明泽之中。燕川大人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啊！以后北冥有救了。在老龟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精怪飞扑上来，仿佛是饿极了，想要将它吃掉。萧杰手掌一挥，瞬间击出一道真气，精怪瞬间被击飞，重伤在地。老龟暴怒，冲上去就是对精怪一顿的撕咬，凶残的模样完全难以和刚刚那个老年痴呆的画面画上等号。主子，您说这老人家这么厉害，先前怎么不反抗士兵啊？打不过。此地不宜拘留，燕川身形庞大，苍龙现身必然会被发现，等他出来，我们便离开此地。好。娘的，我就知道
老子的宝贝儿全都被那帮王八羔子给挖了。旋即，水面轰的一声溅出巨大的水花，燕川也飞出来，落到岸上了。我当初买了那么多夜明珠，好些个宝贝啊，还有从朱雀头上揪下来的一撮红毛，全都没了。肯定是我不在了之后被他们洗劫了。我就知道是这个结果。哎，燕川大人，我就说您找不着了吧？您看呐，就在那下面。哎呦，这老龟过了3万年，怎么脑子是被龟壳夹了吧？不是天天被龟壳夹吗？不管他，反正他又不会死。前面不远处有一个我的洞府，我先带你们过去休息一下。三三嗯了一声。尊上，前面幽都和北冥的结界。白衣侍女恭敬道：“我们是去幽都，还是前往北冥？”除了神庙，还有多少人在找他？回尊上，除了这边在找那个人，如今整个千界各方势力都有在寻找他下落的人，譬如灵界袁家、凤城君主程子君。程子君最近的动静可不小。程子君最近和神庙之间的摩擦不小，现在看来，说不定也是和阿芷有关。若是这样，程子君和阿芷之间又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道叔的演算如今已是应验，那么后面呢，也会应验吗？尊上，去一趟幽都。是。冷红月捂着伤从幽都王城逃离，他脚步踉跄，昏昏沉沉间，脑海中有了某段记忆的重叠，仿佛他也曾经如此昏沉逃离过，只是那时的他比现在还要惨，还要绝望，还要痛苦。终于他支撑不住了，砰的一声摔倒在了地上。隐约间他看到几道白影在朝自己接近，当一道男人的身影朝他走过来的时候，模糊中他看到一张熟悉的脸。是你。在留下诧异的这2个字之后，他便失去意识了。黄泉冥界的君王冷红月。而此时的北冥，燕川把他们带到自己的洞府之后，自己就出去了。三三也没管他，和萧杰真就在这个地方休息起来。闭眼休憩的萧杰忽然像是感应到什么似的睁开了眼睛。怎么了？没什么。三三往他身边过来，双膝跪坐在他的身边。您有心事？心事？乖乖知道心事是什么吗？三三看着他的胸口，伸出小手捂上去了。就是你这里装着一些不开心的事。萧杰伸手摸摸他的头，却并未说话。你是想你爹吗？萧杰摇头。那你爹死了吗？我不知道。哦，我从没有见过他，对我而言，他也并不重要。那对我也不重要。萧杰唇角微动，忍不住伸手温柔地将他抱在怀里。三三眨了下眼睛，小脸儿突然变得有点不太自然，微微地泛起了一抹红。这样的情绪让三三觉得陌生，可是又好复杂，好像又喜欢又不喜欢。我的心事是我总有一种预感，我们还会再一次见到那个人。